有前景、有大爱，可能已经是有成就啊，可能已经有成就。能够看我的男生，那都不用说，现在不是大佬，也是未来的大佬，对吧？没毛病吧？听完我直播一点听不了别人。男人也需要赋能，其实我讲的东西，除开了女生的情感线之外的东西，我经常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我过去的人生当中，的一些感悟，是吧？这些感悟可能是有关于人际关系的，可能是有关于事业方面的，还有方方面面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它是触类旁通的，对吧？你买了金柜不知道怎么进社群，你要买的是正版才有社群，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正版。你要买正版，你有我们那个小助理的联系方式的。我额头不是沾口红了，是有点过敏啊！来，欢迎大家，周六早上10点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先点播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如果你们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来，我们开始连麦了。我好多号都是粉丝自己发的，但是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就是经常被关嘛，经常到处跑，劳烦大家跟着我一块跑，所以说大家把你每一次看到我的地方都关注起来，好不好？现在你月入2500也不妨碍你看我，以后收入会变高的呀，对吧？你都2500了，也没地儿再降了，未来肯定越来越好，没毛病吧？我们开始连麦吧。我新书啊，哎呀，要出了，再等等啊！等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再等等。这次第一次出书也算是一次试水，但是我第一次书出完以后，大家放心，我很快就会再出第2本。主要是第一次啊，这个过程没有摸索过嘛，那不是很漫长，是不是？从一开始第一个流程开始摸，而且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我做什么事情呢？我不喜欢跟别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人家的书那么好出？因为人家找的都是水货出版社，我找的那都是必须是好出版社，要不然配不了我的段位。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说。你好，我今年30，然后长相7左右，从款加起来400个吧。然后我是属于农村家族，让家里很需要帮助的那一种。然后我毕业后是舞蹈老师，然后到自己开舞蹈室工作2年，然后接触娱乐主播一直到现在。接触了5年，我是一直没有谈男嘉宾的。我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感觉我现在30岁，感觉年龄比较大了。我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因为我属于家里农村的，然后我帮助了家里100多个吧。然后我直播现在有点感觉就是有点力不从心。因为我比较坚持自我，就是我播了5年，我是没有见过任何粉丝的。我现在就播的有点感觉拿不到什么大结果，比较内耗。你直播每一年的收入大概在多少呀？应该是70个到100多个这种。然后你把你的身高体重，你对于你自己颜值的打分，你跟我说一下。
我身高是161，体重是90斤，长相应该是7左右。所以你平常直播间风格走的是甜美挂还是什么？我走的是偏一点性感，然后甜美的，然后颜值主播。然后你是播了7年吗？啊，播了5年。我播了5年，然后做了2年老师。然后你直播期间的话，你几乎是没有社交了，是吗？几乎没有社交，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去谈个男嘉宾，还是说继续努力做直播，就有点迷茫。其实是这样子，你看为什么我一周只播3场呢？其实我是有我的考量在里边的。我们有很多同行，别人每天都播，对吧？但是呢，我对于人生的理解导致了我做这样的选择，就是我认为人在任何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一定都是劳逸结合的，绝对不可以就是把你所有的生命全部扑到劳里边，也不可以把所有的生命全部扑到逸里边，因为你整个生命状态呀，它是失衡的，知道吧？工作的意义在于生活。生活的好了，才能让你更好的工作。这2个板块它一定是紧密的去衔接的。所以说，当你工作赚了米，那么你不去接触这个真实的世界，你跟真实的世界断联的时候，就会产生你现在的这种迷茫。因为你的迷茫点是在什么？你说我不知道我在追求什么，但是你并不是在问我怎么才能够拥有更大的物质结果，对吧？其实你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映射了你现在内心里边缺乏的是什么，因为你其实没有在挣米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生命的意义，没有去感知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链接，或者说我赚了米，我到底有没有用在我生活的享受和我认知的提高上面，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的。那么这个米它真的就成了米仓里的米，没有用，对不对？放在那边你说我去补贴家里，其实这个动作它反而只会让你觉得内心当中是有所拖累的，反而会更让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搞米上面。但这个是不对的，人一定要有自我感受、自我感知，以自我感知为优先，你要先跟这个世界创建链接。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该播，但是呢，你一定要拿出至少是1/5到1/3的时间，然后呢，去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去接触。有的时候去见大哥或者干嘛，其实这个不一定说是为了我维护客情的，知道吗？如果说你跟一个你的粉丝或者你的大哥，他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链接的时候，那么你在生活当中去认识这个人，说不定还能让你的认知有所提高，对不对？你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不定还能为你再去做直播找到更好的一个灵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就可以试着去跟一些粉丝然后做朋友，认识一下。不光是粉丝，我只是说它是一个方向，重点是你要跟这个世界去链接，不能够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东西它也不生动，明白吗？它对于你的收入层级的拔高也是有好处的，知道吧？真正的能够赚到大米的人，他不是用蛮劲，他是用巧劲的，起码我是这样的。那有人用蛮劲，但是我觉得蛮劲的这个成果呀，它是有尽头的，知道吧？脑子要动得足够多，认知要足够高、足够强，你才能够对于同行进行降维打击。好，还有就是我现在在想，因为我30了嘛，我要不要就是在工作期间，然后试着去出男嘉宾？都可以呀，我都说了，其实这都是生活的一个板块，明白吗？我出去吃特别好的餐厅，我去逛特别贵的商场，我去约男嘉宾见面，我去谈恋爱，我去交朋友，这些都是生活，你哪个你都得做呀。好的，谢谢曲曲老师，听懂。还有问题吗？暂时没有了，谢谢。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很多时候当你们在走一个
职业晋升轨道的时候，哎，主播也是职业哦，对不对？在你在走一个职业晋升轨道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瓶颈，明白吗？你就会觉得好像爬着爬着爬着，为什么我就爬不动了？这个就是认知受限。你爬着爬着爬着，它就爬不动了，对吧？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受？哎，好像前面做，哎，前面都还挺顺，但是为什么我到一个卡点的时候，我感觉我怎么突破我都突破不了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因为你的认知受限了，你的思维格局受限了，你的眼界没打开，你已经走到了一个行为惯性的死胡同里边去。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灵感，明白吗？做艺术创作也是这样子的，做事业的晋升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走不动。你走不动的时候，你需要的一定是各种各样你以前没有接触到的信息，来打通你的这个脑子，而不是你始终在你自己做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反复的重复耕作。重复耕作，它一定是很快你就会抓到它的瓶颈，你就上不去了，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似很努力，看似很用功，但实际上你是把你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到了相同的点位上，对吧？你用到相同的点位上，它这个点位里面的智慧它是有限的呀。你们必须把你们的时间抽出一部分，去有意识的去衔接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那些不一样的东西用到你自己的事业里边来，你才能够跟你的竞争对手之间拉开距离，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喜欢你，我是一个中央机关处的处长，一直很喜欢你。说的对，对吧？我有事没事我就喜欢跟不同行业的人之间去交流。其实你看我根本不跟同行交流，你们没有发现吗？我完全不跟同行交流哦。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是只跟非同行交流，我不跟同行交流。我指的同行就是做我们同一赛道的啊。在整个短视频或者直播领域有很多个行业，很多个赛道，我只是不跟我们同一赛道的人交流。你们会发现我是完全不跟同一赛道的人交流的，因为我觉得做同样的内容，如果用同样的方式方法，那么我们所有的动作它太多的雷同性，太多的趋同性了，那么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我不享受这种差不多，我一定要出类拔萃。所以我不要跟同行交流，本来我脑子很开阔的，你别给我聊着聊着越聊越进死胡同，反而这个是我的想法。来下一个来。喂，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说，可以听得到吗？嗯，听得到，你说。你说。喂，能听得到？可以，我听得非常清楚啊，你说。好，我是想咨询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是今年32岁，在超一线城市半体制内工作吧，有一些光环，但是收入大概就只有20左右。我个人有一套1200-13W 价值左右的住房，然后有一辆30左右的代步车，身高170，体重是90斤左右，颜值就是中上吧。我的男嘉宾今年是36周岁，然后他是基金行业，年收入在100左右，
他跟我一样，在我所在的这个超一线城市有一套价值2000左右的房产，车是大概100左右的。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对碰，经过领导介绍认识，相处大约1年半左右的时间，目前是走到了见完家长，正准备那个商量好进围城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由于男嘉宾他工作事业出现问题，滑落到2线城市，所以我们现在是异地状态。本来是谈好，因为我的工作不能立刻辞职，所以谈好是先进围城，然后我生完宝宝之后去他的城市和他会合。在谈进围城的问题的时候，谈好了给20的首饰和20现米，就是做彩礼，就是非常正常的。接着他又提出，因为他现在经济情况紧张，要我返给他10的现金，我就稍微有一点起了疑心。我觉得他给的这个条件不太像是进围城的这种，他符合他的生活水平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加上那个10点半的次数又不是太够，因为异地状态，我就查了他的地球，发现他在身边有一个PY，就是基本上跟我是认识的时间同步，然后发生的时间也是同步的。比如说就是一个3人行的状态，如果我跟他继续推进围城的话，他还是乐意的。而且表示就是已经和这个 PY 断了，但是由于他和这个 PY 是同事，已经保持了1年多的关系。之前给我送的比如手机，就正常换手机或者是礼物，给我付出大概是纪念日和礼物没有转账，基本上就是10W 左右。我给他也有差不多1/3左右的就是礼物的付出吧。我们本来是正常恋爱的状态，我就发现他给这个 PY 的付出可能没有我的多，但是也会给他送和我同款的一些礼物。他跟这个 PY 又是现在在同一个城市，还同一个公司，我就认为他应该是实际上不打算断的。虽然他答应我是要断的，然后我就反正选了一个时间，起跳吧，就跟他说不能有下次，然后希望他付出代价。他当时也同意了代价，但是就是态度也不是特别友好，加上当晚 PY 又给他发小作文，我想接着看这个小作文的时候，他就爆发了，两个人就大吵了几天，最后冷静下来，他还是觉得希望推翻，就是希望继续推进，但是就是告诉我要懂事，反正态度不是那么特别的友善，当然还是想要继续推进，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然后可能就是综合他现在的态度以及以前对我的付出，加上他又有一个长期的 PY， 我如果继续推进跟他进围城的话，可能就是直接3人行的状态，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快速收获。所以我是想离开，然后的话我又有一点咽不下这口气，我是就是直接可以让他们付出代价，就是闹到他们公司，因为这个男嘉宾他现在事业不太稳，他老板如果知道他在公司胡搞的话，可能对他就是更差。快点把问题提完。还有就是跟他要分手米，就是现在就是这2个想法，想问一下您的意见。你能要多少呢？这男的也不咋有，彩礼都要什么给20还10个的这种，你想要多少呀？
其实我也不是想要一个金额是怎么样，我也不缺这点儿，我就只是对呀、就是想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啊。我觉得你这个要，你这个要了，显得好像是你自己根本就不愿意离场，挺放不下的感觉。你是那种要了要跟他继续的那种状态，你才要这个米，知道吗？明白。那我就直接离场，不要。没有必要去纠缠。如果说你想跟他继续，那么就必须要让他付出代价，对不对？然后你再跟他继续。如果他不付出代价，那么就意味着你不能跟这个人继续，斩钉截铁的就拜拜，对吧？斩钉截铁的拜拜，这个就对了。如果说你让他付出代价，你跟他继续也没关系啊。等下一次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事再被你抓到了，你再去闹，不行吗？对不对？你不要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几件事你都可以干。但是我认为你说的这个路子，什么我现在要跟他掰，然后去找他要分手米，或者说我要跟他掰的情况下我去闹，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没必要。这两件事是属于消耗能量的事情。如果要结束就直接结束，哎，对，或者就是直接结束就完了，继续，或者就是继续，等我发现了以后我再继续的前提我说了哦，一定是你在物质上的惩戒措施要到位哦，然后才能继续哦。这样的话，你再发现问题再起跳的时候，那你前面的这个做出的物质惩戒措施已经拿过来了呀，明白吗？你不能说什么惩戒措施都实现不了，你去跟他继续，那有什么好继续的？我明白了。主要是父母认为我年龄也那个不小了。就是非常，你看吧，这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其实你自己讲的话里面透出来的都不是要掰，知道吧？因为你们这种要掰有什么好要米的？你所谓的这种要米，其实它最后导向的结果还是在一块儿。明白。那我想清楚要掰，我就直接掰了。对。行，那我还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的话，我如果去现在找男嘉宾，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条件的？你能找到他这个条件的，那么你还能找到他这种类似条件的。我觉得他这个条件不是问题啊，你们之间最后推不成，不是因为对方没看上你啊，你们之间最后推不成是因为他的错误啊，对不对？所以条件本身没有问题啊。明白了，谢谢曲曲，那我就那个想清楚离开，然后直接就继续进行下一步了。好的，好，就这样啊。谢谢曲曲。好，拜拜。觉得我今天温柔，我这样温柔点行不行？我最近不是录了这几个小视频，然后你们都说啊，曲曲生活当中原来讲话这么温柔。我现在在想，我是不是啊？就是你们是不是在 P 某 A 我？不想让我在直播间里头发飙啊，所以就说我生活中那个样子更好啊，是不是想连麦的？你们在 P 某 A 我啊，怕我骂你，然后提前在我的小视频底下留言，说我那个样子美极了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只要是你跟一个男的10点半之间有问题，那么你们的关系100%就出现了问题，知道吗？你看刚刚这个姑娘，她非常灵敏。你别看这个女孩子说话慢慢悠悠的，其实她是个非常有脑子的女生。其实这个女生她是非常有脑子的，知道吧？她只是说话有点慢，但她其实她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你看她发现，哎，我们的10点半频率太低了，是吧？我看她手机，哎，这不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有些时候有些非常就是大道至简，真的是大道至简。一个正常的一个男人，是吧？他一定会有着一定频率的，他年纪又不大，对吧？他的这个一定频率没有用在你这儿，那他就用在别的地方了。那他这个别的地方到底是一个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付费的还是不付费的，仅此而已，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事情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所以像你们有的时候总在聊什么，哎呀，什么几年没有10点半，我还要他忠诚，你这不是这属于是拜呢是吧？你这属于拜呢，你这属于是。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为啥叫10点半？因为我们一般要熬到10点半那个点儿才开始搞这个事儿。10点半之前都在酝酿情绪，10点半之前还在喝点小快乐水啊，酝酿情绪，聊聊天，铺垫。也不到10点半这个点，这个事儿它就不能开始，是不是有点太早？来下一个。你们一定要把男人想的呀简单一点，知道吧？不要把男人放在跟你们同样一个思考水平线上想问题。水煮蛋怎么这么多？Hello， 你好。诗群，你可以听到吗？哎，可以，你说。首先我很想谢谢你，因为我觉得跟你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说一下我的情况，22岁，省会城市普通家庭，然后家里的资产配置大概就是2房2车。然后我在国内排名比较靠前的艺术院校本科毕业，但也只是2本。雄竞赛道没有赚到过米，拿过的结果有大学的时候在顶级时尚杂志的实习，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超一线城市，光环很大，钱很少的顶级文艺单位，然后我已经辞职回家了。然后回家后认识了男嘉宾，26岁，苹果2代，外貌跟我平配，漂亮国本硕，现在在香港读博，都是顶级名校。然后他坦白单身的时候有过很多 PY， 但对我很上头。然后我觉得他有明显的婚恋意愿，发生过10点半以后一直是他在推进关系。然后他就是主动跟以前的 PY 和前女友都说清楚，然后要删地球的列表。现在跟在一起没有区别，但还没有正式确定，因为他说想在这2天之内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完，然后提过4、5次要给我花米，但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太清楚刚认识他半个月应该定在什么价位。然后他没有野心，规划就是2年后毕业回家当老师，希望我去香港读研，但是单纯为他去的话对我来说成本很高，然后也希望我能去深圳那里跟他一起住。然后他也说如果我实在不想去，他可以经常来回飞。我的问题就是在情感上，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深圳。是目前需要让他花米吗？如果花的话，大概那个价位要怎么开口？半个月你就开始琢磨这么多东西了。你接着说，说完。然后重点问题主要是在个人发展上，我比较迷茫，想听去分析一下。然后我自己想了几种路径，就是一是我爸爸有一个省内普通一本学校的导师的资源，考研的话会相对容易一些。2是考我们本地的最好的211大学的研究生，然后我有亲戚在校内任教，但不是教授的级别。3就是考广东地区的研究生，这样2年期间就是起码可以不异地。然后4就是考本地的某公某编，然后或者是进入其他有光环的单位。然后如果工作之后跟这个男嘉宾还可以的话，然后可再借助他的资源，就是升硕，大概就是工作时候可以读的那种非全日制。然后此外就是我之前还有一个大学老师，他跟我是老乡，然后当时提过，就是说如果我什么时候想回家发展的话，可以联系他介绍工作。然后我跟他关系一直维护的都还不错。然后大概就是这些。首先第一件事啊，请你不要因为这个男生做出任何在你认识他之前没有过的决策。啥意思？听得懂吗？如果你认识这个男的之前没有考虑过广东省啊，那么请你现在不必考虑广东省，不要因为这个人纳入新的选项，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你们才半个月，屁也不是，他在那纯扯淡呢，他在那跟你漫天给你画饼呢。能不能花米可以花，想怎么花怎么花，
懂吗？一个人他上来就跟你说什么我有多少多少的啊，前面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短的长的长的短的，他能跟你聊这个天儿，你有什么好不好意思花他的米的？他都搞个全崩塌人设了，他妈跟我一样的，你只管花就好了呀，对不对？你要真的他说要花，你要花这个米要能花得出来，才能证明他真的有付出意愿呢。哦，光跟你说，我花，然后你说，我不要，然后这就结束了，这能说明什么呢？啥都说明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男生他不要成为你现阶段的考虑的任何因素的干扰项，好吧？那么在他排除他之外，你的所有的选项里边，然后你现在再来想，你有没有倾向性？倾向性的话，我可能还是就是更想放在提升学历这块儿。那么就在你现在的这个地方找最好的学校，然后去读。为什么呢？你已经从超一线城市回去了。我认为你这个动作本身啊，它就是体现了你自己的一种内心的诉求的。如果你从超一线城市回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你是求婚恋的。是的。你不是求事业晋升的。对，因为这个的话，之前曲有一个直播，然后当时是后面就是可以在留言区提问这样，然后当时我问了曲一个问题，我说大概我说了一下我的情况，我说就是超一线城市光环很大，但是钱很少，我想走婚恋赛道，需不需要保留这个工作？当时曲就是建议我回老家，所以我就回来了。对的呀，你看你回老家，人家给你能介绍。他这个男的听起来条件确实方方面面还可以啊，能给你介绍这样的对象，这样的对象你在超一线留着，你肯定是不好找，知道吧？对，但是曲我还是比较就是犹豫，我不知道该定在什么价位，就是开口，因为我有点怕那个，我是在我跟你讲啊，有什么怕的？他跟你说这么多东西，什么你来陪我读研这个呢？你说好呀，你说那要不这样吧？你说你既然也一直对我都很有付出的意愿，但是呢，我之前一直在拒绝，是因为我没有想好。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又想让我去那边读书，跟你两个人好好在一起，那如果我去那边读书的话，我想去哪个学校，他大概需要多少的学费？要不你帮我把这个学费出了？这不叫狮子大开口，对不对？你这是沿着他的诉求在聊天，对吧？那如果说你像这么聊，这个肯定也不会少，绝对也不跌份儿，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他真的能这么做的话，那还能试探一下这个人的诚意，是不是？除此之外嘛，别的东西嘛，有啥好提的呢？你愿意送，你赶紧送呗；你愿意花，你赶紧花呗。天天问来问去的干什么呢？是的，因为我觉得要个包包或者要个衣服的话，其实我自己有点看不上。有什么好？他自己就这么点东西，他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怎么送，好不好？他根本就不需要问你，行不行？然后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个学费，其实我感觉他可能是掏不出来的，因为他是苹果2代，我觉得他不是。没有什么拿不出来的，好不好？没有什么拿不出来的，这种天儿嘛都可以聊，知道吗？那他还可以讨价还价呢，那一年的给你呗。这个事情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懂吗？好的。但是你说我要个这要个那，要完了以后呢？要完了以后是不是人还得去？干嘛呢？拿人手短。那曲老师，那曲，那我是不是也不要去深圳跟他一起住了？就废话，我已经我第一句话怎么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认识他之前没有做过的决定，就不要因为他去。对了，这个人他根本他的想法不能作为参考项，好吧？好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曲就是像刚才我说提升学历这块的话，就是最好就是考本地的最好的大学，然后之后那个职业发展路径是就是大概在念完书之后再慢慢看，还是说念完干嘛呀？你就念这时候你不就对碰吗？你在看啥？你看你本来就是回去走婚恋的，你看啥？对，然后，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在考虑，就是说，像我的话是走婚恋，还是说别考虑了，好不好？别扯淡了，行吗？你已经用脚投票了，咱能不能别在我这跟我聊废话，好不好？你已经用脚投票了，相信自己的内心啊。好的。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就这样，拜拜。拜拜。
我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语言和决定啊，它都预示着你内心当中很多很多的想法，知道吗？你们说出来的一句话，跟你做出来的一件事儿，它一定是跟你背后的思考相结合的，或者基于你的经历，基于你的原生家庭，基于你的过往，它一定是很多复杂因素的结合体，明白吗？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能帮你做决定。当你们问我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首先是通过你的提问方式来判断你的内心诉求，而不是通过你的提问给你答案。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人的这种往哪条路走啊，选择什么呀，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什么是标准答案？是吻合我自己的底层诉求的答案叫标准答案。它没有一个所谓的科学的标准答案。没有人说我一定要走雄竞，或者我一定要走雌竞，是吧？我一定要工作拿到多少多少米，或者我一定要的嫁入豪门。没有，还有人他过小日子不能过吗？人家就想那个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日子不能过吗？都能过，对吧？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过法，没有一个答案是标准答案，所以一定是基于你自己内心世界的想法，基于你自己的潜意识做出的选择，它不容易后悔。其实只是这样而已，明白吗？否则的话呢，你们是被别人强行拽着做决定的呀，你特别容易后悔。我们的人生主打就是让自己不后悔，自己逻辑自洽，这个就是你非常的幸福了，你已经很幸福了。你不要求完美的，没有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啊，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跟你说，你们自己做的选择后悔，如果是听别人做的选择，你会更后悔。为什么？因为后悔是你的性格，知道吗？你内心不强大呀，懂不懂？其实啊，我跟你们说，人的这种不后悔的这个状态啊，一定是自己把自己逼出来的。就是我一定要为我的决定买单，我一定要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如果说你连听你自己的你都频频后悔，那么你如果听别人的，你只会让别人为你背锅，100%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没有完美的答案的。我可以这样说，你走哪条路它都不会是坦途，你走哪条路它都是坎坷的，它都是困难的，你要拿结果它都是不容易的，明白吗？可能你走哪条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跟你当初一开始的预设都有距离。不后悔是一种人生态度，只是说我们如果听别人做的决定，它更容易后悔，知道吧？它会这个程度就是更严重。你总在想为什么当初我要听你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后悔，你还是在否认你跟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更不好，对吧？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自己买单。就算是自己觉得后悔了，起码你没有地方可以去怪，是不是？起码来讲的话，你不会拖累他人，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进步呢？对吧？来下一个。扇子。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曲奇老师。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目前的情况吧，因为最近确实听你的这个分享，也比较就是有在思考一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的话呢，是原生家庭不是特别好，然后
农村出来这样子的，然后自己的学历啊各方面不是特别好，但是会要强一点，所以在工作上会比较努力，然后跟自己的话呢也是围内跟自己的老公有10多年的感情，之前感情也一直比较好，然后在事业的过程中呢，就是一直也想破圈，所以在前2年去接触一些其他的圈子的过程中，有遇到一个男嘉宾，就是大家一起做事情，然后也有了感情，就是跟男嘉宾在一起也2年，然后就是今年的话呢，可能就是围内就有发现，所以说就那个爆雷了，就是目前就是内耗是比较重的，然后我自己也思考了很久，可能之前没有想过要离开，但是我的围内的话呢，就是比较传统的男人，就是他对我很好，但是他的思想观念是非常传统，家庭观念也是特别重的，这种类型的，对家人对所有人都比较好的，就我们俩的性格是在事业上是我带着他，生活中也是我做决策，就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但是我跟男嘉宾的话呢，是事业上我可能对我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我自己也比较慕强，然后他对我而言是伯乐型的，然后我的情况他也都知道，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刚跟围内扯了，对，但是还是在冷静期。但我的围内的话呢，现在就是很偏激，是不放手。我们一直感情也比较好，就是不是这个事情的话，一直感情比较好，只是我在事业上会比较累一点吧。我们每年的收入的话也是在100个左右，然后我们目前也有2个球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可能我内心诉求是比较想走出去，然后男嘉宾也好，包括我自己就是我的内心其实也不一直以来也不甘于说在家庭，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好或者干嘛，我的围内确实就是事无巨细的对我好，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推向了家庭啊、婚恋啊，但我内心就是其实挺不甘的，也一直想出去，所以现在就是比较就是我比较想，内心确实就是对家庭也有不舍，对围内也有不舍，但是他现在是非常非常偏激的状态，我又特别害怕他出事。他的偏激状态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具体的就是语言啊、行动啊，然后讲生死啊这些东西之类的。这个不用管，这些都没啥好那个。你这个男嘉宾他是围内吗？他不是，他是单身。他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也有女朋友这种的，但是呢他的他反正不是围内嘛，对，他不是围内，而且他是明确表达就是他那边是随时可以那个的，因为他跟那边的怎么是外面的这个男嘉宾他想跟你结婚？就是他在比较上头的时候是一直这样的，然后现在是内耗也比较重吧，就最近发现之后的内耗是比较重的。然后现在你围内已经跟他2个人正面搞过了吗？对，已经很严重的冲突了，已经很严重的冲突，非常非常严重的冲突。对对对。那么这个事情啊，我建议你首先呢，斩钉截铁的先把你这个快乐证扯完。不管你围内干什么，为什么呢？你这个围内啊，他如果说一直有这种身份的话呢，他一直会跟你的男嘉宾干，知道吧？但是他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了的话呢，他是有可能跟你实现不离家的关系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我可能现在讲这个话呢，好多人他又要疯了。我跟你给这个建议啊，我现在是冒着巨大风险，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他们会理解不了的，他会崩溃。但是呢，我只是说，你作为我现在就讲叫当事人呐，你现在作为我的这个客户，我只能说，如果我完完全全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我也非常理解你内心的诉求，你就是既要又要嘛，对不对？你这个给你支撑的这个人，你肯定是不想放的，而且实际上你已经用脚投票了，你的内心世界倾向于扯快乐症，对吧？那么围内的呢？我自己其实这点诉求是比较明确的，对，只是确实闭嘴，现在的状态。闭嘴，等我说完。然后围内这个呢，他的这种啊，其实能够对于家庭的照顾呀，这个那个的什么的呀，其实你也有点撒不了手，对吧？就是但是呢，你的内心还是有一个天平，明确的更倾向于这个资源强劲的这一方。所以你现在的状态呢，其实很清晰，你更想扯，但是如果不扯，这个不闹，你更好，对吧？这是最完美状态。但是现在你之所以卡在这难受了，是因为你如果一直不扯的话呢，你家里这个会疯掉，他就在搞事儿，对吧？上蹿下跳的搞。所以说呢，我对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实际上在你的这个围城关系里呢，你是占经济这个话语的主动权的，对吧？对。所以这段关系如果说你能把它扯掉，那么你这个呢，以他的这个性格啊，他的这个反扑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个法律身份做依托了的话呢，他就没有闹的资本了，他失去闹的资本了。然后他失去闹的资本了以后，如果说他还是觉得跟你两个人的关系，是他这个想要的，他有可能倒逼自己接受，懂吗？就是说他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现阶段他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他的法律身份只要存在，他一定会跟你搞，往死里搞，100%的，明白吧？就是唯一有可能实现你心里想要的那个平衡状态的一种决策。你也不要管他现在，哎呀，我闹天闹地，我跟你讲，他闹天闹地，他不会怎么着的，知道吧？这种东西都叫手段，都叫手段。你不用太，我跟你讲，你越是被他这种情绪所胁迫，那么他就会变本加厉。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么我就建议你呢，决绝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呢？说白了，如果你因为他的情绪胁迫，然后往回走了，那么你外面这个是肯定接受不了，因为外面这个你到时候你围内的呢，他会反复起跳，他会反复跟外面这个干仗，人家是不可能一直承担这种情绪压力的。现在是已经让男嘉宾损失了几百个。我已经告诉你了，好不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整个结论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如果抓围内，外面这个是100%，最后他会自动放弃，懂吧？他会自动放弃。如果说你现在坚决的走出来，起码来讲，围外的身份，他觉得，你围内的没有办法跟我搞了，你搞也搞不了什么，那么围内的他有可能会反扑。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可能实现这种平衡，因为你有可能实现那种叫做扯快乐症但是不离家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成了最大的这个叫既得利益者。所以说你自己下去考虑一下，好吧？好，明白。好，谢谢许云老师，拜拜。我们没办法，因为就是我有的时候吧，我真的是在走钢丝，我感觉我在走钢丝，你们知道吗？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逼着自己去按照大众的这种所谓的强价值观去做输出的人，我没有办法逼迫自己按照普罗大众的强价值观做输出，我就是只想站在跟我连麦的人这个角度上面，我只想帮他解决问题，我不想站在这个大众的普罗价值观里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逼自己聊那种天儿，我实在是逼不了，你们知道吗？但是我跟你们讲，实际上当你们把这个男女性别关系对调一下之后，你们就会发现我说的这种操作，很多男的都这样在操作呀。非常多在家庭当中占有着就是经济话语权的男人，其实他都是这样在操作，知道吧？
那个女的呢，对吧？家里的这个呢，就发现他这些1、2、3、4、5之后，起初不接受，搞死，搞，好，然后在冲动之下扯快乐证，然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受到了巨大动荡，对吧？怎么办？这个时候又因为娃的原因啊，今天这明天那，跟你2个人扯不清，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又释放一点暧昧信号，对不对？这男的开始也开始关心你呀，关心小孩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呢，他就会给家里这个女的造成一种感觉说，哦，是不是你想回头啦？是不是你还想跟我好呀？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呀？他就会自动倒逼着自己进入到一种不离家的状态。但是此时此刻，他是不是丧失了法律身份？他一旦丧失法律身份之后，他就管不了别的了，他没有他的筹码了。知道吧？他把最大筹码丢失了，然后那人家就自动实现了，是吧？多线，自动达成平衡，自动实现多线，这就是很多的家庭他都在做这样一个事儿，只不过是男女关系对调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实际情况啊，是不是？我们就是就事论事。那没办法呀，我说了的。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的？我说让大家一定记住了的。如果说你们在一段婚姻关系里是处于经济下风的，明确的是对方是大的经济支撑，那么你们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扯快乐证，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扯快乐证，对吧？你一定要清晰的认知到，今天这个快乐证扯完，我绝对不想着再花你1分米，你一定要无比清晰的认知到这件事儿。今天这个快乐证扯完，我绝对不会想着，不管是我还是球，我不想着再拿你1分。我是有这样的决心，我才能走出这一步。我但凡这个事儿我没想明白，我没有想好，我跟他掰了以后，我会面临经济的剧烈下滑，生活这个品质的剧烈下滑，我但凡没有想好我要面临这件事儿，今天这个快乐证我就不能扯。因为你扯完了以后，你就是有可能做情绪反扑，你一旦情绪反扑，你就被多线持有，而且失去法律身份保障，明白了吧？这个故事清晰了吧？现在这个故事再给你们倒着讲，是不是就清晰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喂 ，Hello， 你好，曲曲姐姐，能听见吗？可以，你好，说，就是我想咨询的方向是如何应对父母婚姻变动，然后个人成长，以及我是否有所谓的那个我应得的东西。因为刚才您总结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太像了，就是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人是我爸。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是99年，现在24岁，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国外读的。然后毕业后，我现在在上海工作了1年，在目前准备就是回这个老家的省会城市，创业了。然后我的家庭情况是，爸爸是做生意，然后妈妈中途做过事儿，后来也完全不怎么做了。从小到大，我爸妈都经常吵架，时不时我会发现，我妈会发现我爸在外面和别人聊天，然后那种嘛，就肯定是那种关系。但我成长过程中，我父母一直都在。然后3个人或者是家里面的人也经常旅行，3个人也是一直住在一起。那个家里面的资产应该是我估摸了一下，我不太确定，应该是有一个小目标。然后我爸爸的年收入应该是有几百个 W， 就是从现金的角度来说。然后导火索是啥？导火索就是，我妈
通过一个共同朋友发现了我爸有个女朋友，女嘉宾可以说吧，女嘉宾，然后还有一个娃，然后是我爸的娃，然后这个女嘉宾还是我爸公司的前员工，我妈发现了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大受打击，然后这个导火索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就是我爸就回避不谈，然后我妈就很逼他的那个样子，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然后就是说一定要分开啊，要闹啊什么的，但是我爸就不当回事儿，他就非常回避。然后我想我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连麦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重大，就是以前我是那种很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的人，或者说就活在思想的世界里面，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经历了所谓的真正的情绪崩溃，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感觉，然后有一种巨大的困惑，还有心痛，还有悲伤，随时随地都不是随地，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和我妈打完电话，我就会很想大声尖叫怒吼，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肯定很严重，如果我把这个事情面对好了，或者说解决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就觉得，甚至说可以，甚至说是一个契机嘛。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没遇过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可能如果我想明白了，我内核稳定了，我才能够走上真正的独立的道路。然后我的需求是第一个问题，就因为这些事情，我从不同的人那里得知了一些不同信息，然后我想确认一下我目前分析到的以及我感觉到的这个事情的走向和对人性的认识是不是大差不差。我的分析，我的认识呢，就是我爸的性格是一个，他情感需求是很大，然后他承担了那个家庭社会的压力，但是他实际上是很压抑的，他可能不是很那种自愿的在赚钱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很敏感易怒，然后我的眼中呢，我爸是一个很幽默、很通情达理，然后感性，有很长，这是我的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爸，我说我长大以后也要当一个我爸这样的人，然后他对别人有的时候很随和，有的时候一点就炸，但对我一直都是讲道理和慢慢引导，从小跟我说要坚强要勇敢，然后最近几年跟我说要积极生活，然后跟我强调从工作中获得价值的重要性。你先提问好吗？眼中他就是一个是这样的，你先提问，你不要讲情绪跟认知，你只讲事实，然后提问，好的，好不好？好，不要说自己感受是吧？好，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爸他和我妈的婚姻其实一直都有问题，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爸一直在和别人聊天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不怎么沟通，然后现在我爸，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一直想要一个男娃，所以他有这样的执念，然后和别人他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既定事实，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好吧，那就是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己的利益，我想知道这件事里面我是否有所谓的我应得的，因为我妈一直跟我说我和她有什么应得的，那这个事情上不管是哪个层面，我有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我想知道。那个你爸跟那个女的那个小孩多大了？3岁半吧。3岁半，那他们应该什么房子啊，这些什么1、2、3、4、5的这些东西都已经置办了咯？我不知道，我妈就猜肯定是有，肯定是有嘛，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有的。你可以去这种东西呢，可以摸一摸，可以摸一摸，知道吧？这种事情要查一查，摸一摸。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们，你现在跟我讲那些东西我都不爱听，知道吧？你讲那些东西就还是显得很幼稚。那事情走到这个节点上了，所有的事实它都已经是摊在面上的东西了，这些东西都不用探讨。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现阶段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叫做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最有把控权嘛，对吧？再去探讨那些情绪东西都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现阶段首先是你们得知道你们的家庭资产到底有多少，因为本来就都是婚后的，你们要看家庭资产现在就是你能够摸得到的到底有多少。然后还有一件事要看，有一个背景是我爸妈他们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可能6、7岁，他们扯了那个快乐证，后来又扯了不快乐证，后来又复婚了咯，扯了快乐证。现在到底是在一起的状态还是不在一起的状态？
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的，但是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那你这个天聊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们之间没有退路，没有退路。你如果说想要更多，你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了。我再给你做别的分析，毫无意义了。就是你得跟你妈一块儿去哄你爸，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说白了，你们没有任何筹码，没有筹码，没有话语权。现在哪怕你爹就是去跟那个人结婚，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从法律意义上他是可以这么干的，懂吗？所以说毫无意义。我们现在去交流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你只有一条路，哄你爹，不停的哄，不停的哄，不停的哄，然后哄的让他往你这下，往你这下，只有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而且你也跟你妈讲，不要再闹了，因为你们没有筹码。所谓的分开与不分开，他为什么不搭理你？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关系，他心里觉得好笑。你爹现在心里的想法就是觉得你妈，他就觉得你妈一把年纪脑子还是不好使，他心里是这种对白，你知道吗？很单纯，就是这样啊。他就觉得你看你有啥你跟我闹，你本来跟我两个人就现在就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没有聊的空间了已经。我还想，好的，就我妈也逼他，就这几个月我妈也逼他，就是给我过一些户什么的。这种事情不是靠这样逼的，我跟你说，必须顺着搞，知道吗？他过了，他过了一部分，但我妈就觉得还要过户。你得上，我没找到自己的位置。什么？就我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是我妈去逼我爸给我那些东西过户。哎呀，你妈的动作你别管，你妈搞完了你再搞。那我就从创业的角度可以吗？可以啊，什么角度都行，结婚的角度也行，创业的角度也行。什么角度都行，总而言之就是先让你妈搞一轮，你妈搞不动了你再上。我妈现在应该是搞不动了，搞不动了就该你上了。第三个问题，好的，我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事情可能就是我的认知层面和情感上面的一些纠结吧。我想的是，我自己心里面的结解开了之后，我应该分别和我爸妈怎么相处？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和他们的人生好像都不是最适合他们的。我有点想帮助他们，你帮助个鬼！过好自己的人生，你帮不了谁，好不好？帮助不了吗？帮助不了啊！人家的人生是人家自己的，无法。你不要把自己的能耐想那么大，好吧？你把你自个儿的人生过好，就等于帮他们了，行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没有别的什么可帮的，好的，我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对家的这个概念比较执着，当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怎么解决自己对家这个概念的遥望？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努力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自己给自己打造一个家，然后经营自己的亲密关系，这是唯一的方法，是吗？有啥唯一不唯一的呀？你把你自己过好，把你自己的自我成长好，有恋爱就谈恋爱，有你觉得值得结婚的人你就结，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不要给自己加戏。好的。不要想那么多啊。做起来很难啊，你可以下去1v1，好不好？啊。好的，好，谢谢。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已经就幼稚到了极点，知道吧？法律上的意义的关系一旦没有了，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的约束，去约束他的行为，就是这样。人家还能够去给你1、2、3、4、5，那是别人说白了心地善良，知道吧？有责任心，心地善良，但是没有应该的。这种时候还在跟我聊天，显得好像是你爸做错了什么一样，这就是极度的幼稚，明白吧？像这个姑娘也好，或者是像这个姑娘的妈妈也好，都是属于那种如果没有发生今天这个事儿啊，估计都能当我黑粉的那种人，你们知道吧？没发生他今天这个事儿，估计他跟他妈都能当我黑粉，你们信吗？法律都不保护你了，你还想让谁保护你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哎呀，所以说呀，我跟你们讲，有些时候啊，当你自己也有一点筹码的时候，一定要冷静思考，知道吗？当你还有点筹码的时候，一定要冷静思考，把自己的筹码都玩没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再用情绪再去搞，意义就不大了。那个时候就是在比良心了。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别人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良心不是稀缺品。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良心的，良心真的不是稀缺品。但是所有的良心都可以用足量的筹码去推翻。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没有人能讲良心，就看这个利益大到什么程度，知道吧？相信一个人的良心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儿。你在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你在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的东西，请问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稀缺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喂，哎，你好，你说，喂，你好，旭旭你好，我是有一个婚恋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的男嘉宾现在是恋爱大概5年多。然后呢，他是扯不快乐症的，有一个男宝。然后我自己呢是没有婚恋诉求的，也不打算生宝宝。我们在一起5年，一直都很和谐，就是性格啊、生活上都比较合得来。然后近2年我们住到一起了，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我们俩一起住，然后他和他的宝宝和他的爸妈一起住，就是半年前，我有一次突然鬼使神差的就翻了他的手机，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朋友和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3个人有一个小群，就在里面聊天。他的朋友就给他们分享了他前一天晚上 PC 的愉快经历，然后还讲的比较详细啊。然后当时看完我就觉得3观尽毁，然后我就又翻了一下其他的聊天记录。就发现之前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对，就是那种。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女生可以笑着离开男朋友的手机，然后他就还有很多次，就是也是他的那个朋友，就他应该是一个 PC 经验很丰富的人，然后就经常给他们分享。然后我就很担心说他们就频繁的联系，又总是分享，就是当然我查了他的账单什么那些，他应该暂时是没有的。然后我们俩10点半现在也比较和谐，但当时我看到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我特别生气。就我们本来是1个星期大概2次，然后那天特别生气，我直接就把他从被窝里拉起来，然后又，后来从那以后，就是我就把他不知道我看了，我就把那个10点半的频率又提高到1周3次。然后你还是有点智慧在身上的。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我就觉得，因为他现在没有去，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想法，或者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我觉得可能单纯只是觉得现在的性价比对他来说不划算，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从脑子里洗掉。我就感觉我好像是在等什么时候他被他朋友带去了，我就在等靴子落地的感觉。啥玩意儿啊！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我自己这种心态。你处理个毛线！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没啥好处理的，真的。你这个世界上 PC 的男人的这个概率就是远大于你的想象，好不好？远大于你的想象啊！不要纠结这个事儿。但是
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自己本身就很少出差，一般都在家里也没。哎呀，你不要说服我，不要让我帮你洗脑。哎呀，你男朋友不会的，跟他们不一样，他短时间之内不会跟你在一起，你别给自己洗这种脑，好不好？咱们就是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才好，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在心里啊，心态放平和，知道吧？你要知道，出去 PC 的男的这个概率啊，它就是远大于你的想象的。你要知道，他们几个哥们在这聊这些东西，我去安慰你呀，说他跟他们不是一丘之貉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他无非就是说现在跟你两个人关系好，对不对？这方面也好，方方面面都不那个，他没有必要出去。但是呢，当他们歇下来了，空了，或者说分手了，那么他又会回归，这就是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所以说不要纠结于这件事儿，你纠结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做个毛，该怎么搞怎么个这个正常谈就完了，有什么好做的？哦，啥都不用做，你自己过你自己的，好不好？只要就像你说的，哎，我2次提高到3次了，很好嘛，这不是很好？这对不对？你说你这个10点半你频率上来了，说白了，我讲过了的，男人就2件事，你得给他卡住了，他就没有什么动弹空间。一件事就是口袋里的米。第2件事儿就是这个10点半的子弹，就这2件事儿，这2件事卡住了，他从就是精神层面上和物质层面上，身体机能层面上，他没有条件、空间去搞这个事儿，那么他的概率就降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你要从物理层面上解决问题，不要老是想着从化学层面上解决问题啊！从精神层面上，他就觉得这件事儿不对，他就觉得这件事儿不好，他认为他自己应该洁身自好，这是一种想象。我们只能从物理层面上解决问题，知道吧？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到底后面还要不要看他的手机这件事情？看个鬼呀，有啥好看的呀？我已经说了，这2件事，米花你身上，这个东西放你身上没了，不要看手机，手机有啥好看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好，就这样啊。谢谢。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讲的就是社会现实，真的，我这个节目啊，比那个新闻还社会现实呢，知道吗？比那什么帮女郎还社会现实，那玩意儿能播出来的部分，那都已经脱离现实了，知道吧？我们这里头目前在还没有被完全封锁的情况下，还能够给大家透露最真实的社会现实。是不是主打就是物理层面做隔断，对不对？在物理层面管控起来，时间、精力、米，这个身体物理层面上做360度军事化管控，它就没有了，懂不懂？它没有多余的了，什么东西它没有多余的了，它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明白吗？我跟你们讲，只要是你能把它管控起来，他就动弹不了的这种男的呢，就可要，千万不要对于男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有一些男人是什么？你把他管控起来之后，他会发疯。哎，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脑子这根弦就要绷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成瘾性，知道吧？你看这个男的对这个事儿啊，他有依恋到什么程度，他成瘾到什么程度，就看你对于他的管控，他服不服管。明白吗？男的呀，他其实那种不是说天天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对吧？他能够花米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对吧？哎，抽个小烟，喝个小快乐水，是吧？撸个串儿，他能花米的地方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他在米这个层面上死都不给你管，对不对？然后在10点半这个层面上，你怎么搞，他就是那副要死不活，对吧？然后你要是跟他管狠了，是吧？你要是索求狠了，他要跟你发神经，然后呢跟你在家里就是莫名其妙的发疯啊、发飙啊，对吧？跟你无事生非呀，然后要出去什么住个2天呢？什么我跟你2个人待不下去了呀？这种时候，你们这个哔哔哔哔这个警报就要响起来了，知道吗？这
这就是说明他对于那些东西他是有一定的成瘾性跟依赖性在里边的。那我跟你说白了啊，他是不可能每天就吃你这个大米饭的，你就死了这条心，我跟你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好不好？那不是叫腻，你懂吗？那不是叫腻。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的，这个东西啊，说白了，你再怎么你跟人家那个职业的比，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是说呢，有的人吧。我跟你讲，就跟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它就跟你吃饭是一样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有的人呢，他讲究健康饮食，他是不是就觉得我就吃个7分饱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那个嘴馋的他就停不下来，是不是？所以说呢，所有的他能够受管控的人，对吧？他能够在米的层面上，在10点半的层面上，他能在物理层面上被管控的人，他是觉得我吃个7分饱，这是健康的，懂不懂？在他心里，他并不寻求那个，完了，我关了啊！你看，我跟你们讲，你看我一给你们讲点有意思的，他叫关了，用哪个？在这个层面上，他不寻求说我一定要吃饱、吃撑、吃吐，我嘴巴停不下来，我什么都要搞一口，不是的，对吧？但有的人他就是，这个，明白了吗？他其实就是这个概念，你们不要指望说他就是跟你两个人，他就是能够从头到尾的啊，对你怎么样啊，对你怎么上头，在这个点上怎么满足。这个东西呢，我们去对于自我的这种修炼跟提升啊，无非就是达到一个健康饮食的状态，知道吧？就是个健康饮食的状态。可是如果你的这个对象他就是个不讲健康饮食的班子，他就是个停不下来的班子，那你就把他没办法。明白了吗？那个关于这个健康饮食的这个部分，大家还是可以找我们的这个10点半稍微修炼一下，好不好？我们起码把自己搞到一个这个健康饮食的标准上，是不是？那你说这个男的非要搞些乱七八糟的，非要把自己搞死搞残搞撑，那我们也没办法，明白吗？我们只能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做到极致，到了自己不可控的范围了，那个就叫听天由命，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对呀，我不能跟你们讲多了，你看你讲多了就给我疯了。是不是？所以你们还是要进圈圈，好不好？让我们这个10点半的负责老师晨老师给你们科普一下，有什么更为细致的问题，你们可以去找我们的晨老师啊。目前我们这个10点半负责人，你们可以去找找他，好吧？他能聊的比我露骨很多。我在这个平台上，我是极为被管控的对象。平台他也只让我健康饮食，他不让我吃饱吃撑，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下一个没有，我们晨老师是女的啊。我能让男的跟你们讲吗？给我关起来了，都说。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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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缸，大家也可以去找我们的小老师啊，也可以找我们的小老师。你们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开的新项目是吧？啊，小老师欢迎大家啊！Hello， 你好，你好，说话，说话，子依依，
怎么2个都不说话呢？什么新项目？你们去问一下小小老师。小小老师是我们的线上10点半负责人，晨晨老师是我们的线下10点半负责人。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怎么回事？这俩咋不说话呢？来，下一个来。哎呀妈呀 ！Hello， 你好。喂，你好，能听见吗？你好，把其他2个先闭麦。哎，你好，你说。能听见吗？哎，可以。蛐蛐妹妹好。哎，你好。然后我非常喜欢你，然后我就先讲一下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呢，就是想和对方长择，然后尽快的落地房子。然后之后我就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的基本盘呢，就是我马上就是37岁了，然后是扯了快乐证，然后有一个女娃，然后是基金行业央企的一个中层的小干部吧，年薪是50万，然后资产就是600万左右，然后外在呢就是身高168，长相身材气质就是7、8分。我的新一线城市呢，就是工作出去就是有一点小光环，接触的可能都是一些苹果之类的，还有个大老板之类的。然后之后男方的情况呢，就是44岁，和我一样也是扯了快乐证，然后有2个男孩，但是都归了前妻，都在异地。然后之后身家呢，可能是2到3个小目标吧。然后认识呢，然后他的这个人是通过我自己的观察，通过他的穿着呀，他平常开的车什么的，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然后认识是工作关系，见了1次，然后他就是我们的 VVIP 高端客户。然后见过1次之后呢，就加了微信聊的呢就挺好，男的呢就一直主动约我想见我。然后除了工作之后，我们就又见了4次面。前3次呢节奏我把控的都还挺好的，然后但是对方呢一直没有很大的投入。就第1次约会的时候，他刚好从国外回来，就给我带了一个8K 左右的礼物吧。但是呢在这4次吃饭的期间，都是高端消费和高端的快乐水，没有带我吃过什么便宜的呀，喝便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这期间呢，他也多次提出了要带我去欧洲旅游，还有香港购物，但是我的工作性质去那些地方不太方便。然后但我就跟他说的是我没有假期，而且我要申请很麻烦，我就推脱了。然后直到前天约会的时候，就10点半了。然后当晚他就问了我扯快乐证的原因。然后就了解到目前我在我工作的这个城市，新一线城市是没有房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很心疼我，然后就跟我说要送我一套房子，就是我看他那个眼神是诚心的。然后之后我就说我不要。对，然后他就又说我是送你的，写你的名字的。然后我就又说不要。然后之后呢，因为我这个几十年的父母教育啊，全部都是女生要好好独立，绝对不能花男人1分钱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就这种观念导致了我有这个他在说这个事儿，不管是不是画饼，但是我都没好意思要。然后之后我就第2天我就后悔了。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是当时就是说好啊，那你要给我买，那我们2个可以去看呢，或怎么样，给他架到那个礼上面，可能说不定这事儿就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就回到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想和对方是长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又想让他对我有付出，但是他其实为人又是一个很低调的这种人，我应该要怎么做？我觉得你适合1v1，你适合1v1啊。
我跟你讲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是专业的。像你呀，完全是个零起步的小白，知道吧？你是个小白，就是每一句话你都不知道咋说，每一句话你都不知道。这不是说我现在跟你讲怎么搞，你搞个鬼，你搞不了的，明白吗？因为你的内心当中的那个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这个自尊心加这儿呢。对，我真的就是自尊心太……我跟你说，这种东西一定是在对方很有付出意愿的时候，夸夸给他往上怼的，没有说他很有付出意愿的时候，我夸夸往后缩。你们这样的人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慢慢的就形成了不付出的状态，然后等你有一天真的想让人家付出的时候，人家就不搞了，全部是走这个路径。相处嘛，我跟你说要拉情绪的。像你们这样的女生，你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容易让别人上不了头。我告诉你，他现在就是觉得我每次对你非常热情了，然后你就一直往后躲，对呀，你这肯定是不对的，知道吧？所以我建议你去1v1。你们平时现在聊天多吗？每天都在聊，他现在就是睁眼呐、睡觉什么，就是他现在就是想天天看到你，那天天连着你。特别需要1v1，因为你的每一条信息最好都有人教你咋回，因为你现在说白了，你前面这个事儿已经搞断了，你已经拒绝了，对吧？然后我们还得再往回拉，再调到他有强烈想帮你做这件事的这个意愿上。金贵的关系你也没学过？学了，我自己有看。你看了个啥啊？那你说我们引导付出分几步啊？我随便问你一个问题，来，引导付出分几步啊？4步。哪4步啊？还要设置目标，设置时长，然后引导付出。反正呢，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也听了个大概啊，是吧？听了个大概啊，听了几个词儿，就属于是完全自己做的事儿跟这个我说的东西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是吧？好好学一下，还是好好去学一下。然后呢，我建议你去1v1，因为你每一句话可能你要重新再往那个点上导，然后呢，还要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让对方觉得你跟他之间是在相互上头的一个状态，拱火，知道吧？这个火要往上拱。曲曲老师，我就想问，因为毕竟我的资产情况跟他相差还是很大的，而且我已经37了，对方44，包括就是我们在一起，他自己其实也有说，其实我是就是可以找很多那种小年轻的，但是我就是选了你，还是想跟你好好相处。我就在想，我跟他的这个身家差距这么多，我有希望吗？所以呀，你一定是极尽可能的要东西，而不是想着去结婚，懂吗？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否则你到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们啊，都是自己给自己画了长泽的饼，自己给自己画了长泽的饼。因为男的是这样的，他的荷尔蒙上来了，干嘛的？他什么鬼话他都说得出口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让他所有的承诺去落地，那么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他就永远都是个炮，永远兑现不了。包括婚姻在内。然后呢，他最近就，然后他最近就一直跟我说想和我同居，说因为我工作太忙，他工作又很忙，相处的时间太短了，他就很强烈的要求要跟我同居。然后所以我就在想，我是要压制他肯定不能同居啊，还是肯定不能同居让他买房？肯定不能同居的，一定是前面先拉情绪，情绪没拉到位，这男的现在跟你演呢，知道吧？你们时间太短了，他展现出来的上头状态一定是一种演绎，你要相信我。只有他的付出额度到位了，他才会真上头。他付出额度没到位，他就是假上头，那就只有你在真上头。好，谢谢曲曲老师，就这样啊，拜拜。谢谢。这男的是个好客户，我跟你讲，像这样的好客户，我才会建议你们去1v1，知道吧？
从他的这个行为轨迹里面来看，这男的是个好客户，他就是要你哄的，明白吗？要你给情绪价值，要你有服务意识的，他是愿意付出的，他肯定是愿意付出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那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或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啊，只要有男的跟你们聊这种天，我跟你们说，今天啊就开始跟我练，知道吧？今天开始跟我练什么呢？练那种1秒就能哭出来的那种高法，知道吧？要是有个男的跟你们聊这种天，你一定就是盯着他的时候，你的那个眼泪就能从眼珠子里面往下流，明白没有？那怎么能这个时候怎么能说我不要？你干嘛呢你？又卑又亢，是不是？一定是给我演到位啊！那个眼泪呱啦呱啦就给我往下流，知道吗？然后他肯定问你怎么了，对不对？你说怎么了？就没有，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我没有想到我都这么大了，居然会有一个男人跟我说这样的话，说要给我送房子。我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等了这么多年，我没白等。我就觉得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了这样的男人，终于也轮到我了。明白了没有？这就对了，知道吧？你首先给他镇住，对不对？他天天在外面，哎呀，到处画大饼，给承诺这个那个的，是吧？见过各种各样的反应，没有见过你这号，是不是？哎呀，那一下子啊，他那个心疼啊，那个英雄主义情怀啊，那个保护欲一定达到顶峰，是不是？你都已经前面让人家知道你没房子了，人家本来说这个话就是基于你觉得哎呀你不容易是吧，搞了半天你都没房子，他本来就是基于这种心疼，这种所谓想要彰显英雄主义情怀才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这种时候一定要把他这个情绪给他继续往上拱，拱到冒烟儿，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呀，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谈恋爱，我就是觉得我有点不相信爱情，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找不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但是你刚刚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管你说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你想不想做，但是你只要说了这一句话，我都觉得这是我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受。你要是真想拒绝，我跟你们讲，这个女人呐，你一定不能让别人觉得你的那种拒绝是一种就是坚决不要，知道吗？或者你的那种拒绝是一种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女的是不是没有哪个男的跟你给过这种承诺，所以说哎呀你突然就觉得你看他明明想要，他又故意搞这出，不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是什么？一定是要把你那个情绪搞饱满的，情绪不饱满的，你说出来的那个话呀，人家就非常冷静的在听，明白吗？当他冷静的去听的时候啊，很多东西那个1、2、3、4、5都是明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常常讲叫拉下神坛呢？是不是？首先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在理性情况下跟你对话，过度理性的状态下跟你对话，那对出来的话都是个鬼，明白吧？想办法怎么能让他稍微有点不理性，稍微有点感性，是不是？你要拒绝你都得有点手艺，是吧？我没有跟你，我如果说真的没有跟你走到婚姻的话，我也不会要你的房子的，我觉得我不能要，你可以这样，对不对？你说但是你说了这句话我都觉得很感动，就是这样的，对吧？那我就觉得起码来讲的话，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愿意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他讲这种话，那男的听着起来嗨了，他嗨了，是吧？他就会说谁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假的，我肯定说你说的是真的呀，明天就去看。
明白了没有？这个事情是这样操作的，它的节奏是这个样子的，哪像你们那样？我要不怎么说你们就是零基础，你们得过来1v1，知道吧？来下一个，我当然可以这么温柔啦，真的是，你没有见过我榜一大哥来的时候吗？哎，人他手上有钱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个感受，要的就是个体验，要的就是一个情绪，明白吗？你以为每个男的都把个米扎得死死的，就是这也不肯花，那也不肯花，那他赚米干什么呢？真的是想不通的人。Hello， 你好，什么声音啊？他们演戏的。演习啊，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能听到吗？可以，哎，空调还是稍微凉1度吧，我有点热。哎，你说。先说一次。我连麦吧？是的。哎，你说。哦。稍等一下，我靠边停个车可以吗？我暂时还帮不到你。稍等一下，我的妈呀，有点紧张。稍等一下，我来靠边停车。妈耶！250米处有连跟前马上就好。OK。好了。OK 了，我可以说了吧？赶紧说。我直播的时候遇到一个男嘉宾，然后实际上总共付出了150个 W， 然后我得到100个 W， 认识了5个月，然后他有一个每年3000万 W 的那个就是工作吧，就是那个厂吧，然后他刚认识我1个多月的时候给我刷了20个 W，然后买东西买了6个 W， 转了15个 W， 后面承诺每个月给我15个 W， 然后就让我随便播一播就行了，不想播就可以不播。然后他就提出来跟我去他的那个城市见面，然后我同意了之后就呵呵哈哈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用他给我的那个米加上自己赚的钱买了个房子的首付，然后70，贷款了140，还款1年的时间，就是说他叫我还10年，但是我说我写的是还1年，也就是说每个月还11万的房贷，然后他就把我骂了一顿，给我就是支出了15 W，然后我说我还想装修，他说你别想装修了，装修等明年，让我今年别想了。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买车，然后他说让我贷款买，然后就是那个车是38，然后我贷款了之后，然后要还3年，然后是23，然后第2个月的时候又见了一次，回来之后。因为他要跟家里边的那位，因为他是围内嘛，他要跟家里面那位出去旅游，然后我就吃醋，我就说我们这个关系不能这样发展了，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他就说那就不想耽误我，然后我就把他拉黑删除了，然后我拉黑完之后，他就试探我，立马给我那个转了5万，然后让我不要想不开。然后，但是他还是去跟他家里面就是围内，然后出去旅游了。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个，因为我赌气嘛，我就一个人跑到酒店里面去开直播，然后以生日为由，然后让他给我刷了3个 W。然后刷完之后，他就是就是觉得我有点捞的那种感觉了。然后之前他觉得我是那种。清纯小莲花，然后我就承认错误，我就说我是赌气嘛，然后他就说让我继续播，然后但是他不刷礼物了，让我就是自己多赚一点，还那个房贷和车贷，加起来每个月大概13 W， 然后他只能按照刚认识的时候说的每个月给我15 W， 剩下的不管了。然后我又磨了一阵子，但是他还是不松口，然后就是多了给不了，然后还完剩下的那个100的房贷之后，就要跟我掰了。
然后在这个没掰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正常的聊天。我又发现他给其他的女生就是花米，然后我就起跳了，起跳2次之后，他就觉得我无理取闹，然后告诉我，如果说还想要我给他送礼物的话，就每个月给我15W， 如果不想要送礼物的话，就给我25W， 让我自己考虑。但是我当时没有做决定，我说让他做决定，他也没有决定，他也没有怎么刷，就是一直冷暴力，加上那个这样一直就是那个什么 P 某 A，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不纠缠他了。然后我就说，要不然就是继续给那个话题给我25个W， 然后以后我就就是不管他了，就是他喜欢给别的小姐姐刷就给别的小姐姐刷，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他赚的多就给我多一点，赚的少就给我少一点，但是基本的15W 还是给我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目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不想再跟我见面了呢，就是也喜欢给别的小姐姐送礼物，然后怎么能让他再跟我建立连接产生感情？你太愚蠢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好愚蠢，我听你讲话我想吐，真的，就是我听你讲话我都生理反胃，你知道吧？你太愚蠢了，你属于是，你多大年纪啊？24。你如果没有这个大哥的情况下，你一年能挣多少？不到100吧。没有这个大哥，你一年100都挣不到。这个大哥整个人覆盖了你所有的收入了，他的这给你的比你自己的收入还要高的这种情况下，你是哪里来的这种底气上这样搞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没咋谈过恋爱，我就觉得我跟他是恋爱关系，没有。你凭啥觉得你跟他是恋爱关系啊？人家能跟你结婚？因为我恋爱脑。人家能跟你结婚？你别说你恋不恋爱脑，你就说你有没有法律常识啊？对。你有工会吗？有呀。你工会的人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搞的？我自己搞的。不是，你到底在做啥呀？我都看不懂了，怎么着给人扒层皮，给人扒层皮是不是？搞得好不容易薅着一个，赶紧给他扒秃，是吧？是这种搞法？不是这种搞法，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他是情感上的寄托。你少来好不好？你忽悠你大哥行，你可别在这忽悠我。搞情感寄托的人买套房子就一年还完房贷，有这么写东西的吗？我们哪个人出去买房子说1年把房贷还完的？那你贷啥款呢？你这一次性怼进去不就完了吗？有这么搞的吗？1年还完？你这个下套下的也太 low 了你。这个我不懂，我就是瞎写的。啥叫不懂？人家让你还10年，你为啥还1年呢？你不懂。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人是这样子的，你出来哄别人可以，但是你跟我聊天，你不能像这么聊，知道吧？像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不是说这一个大哥的问题，你完全就是属于搞一个叫把人搞死搞残搞秃，你是属于这种搞法来，你是走这个路来，你这个路径太短效了，不是别的啊，我也不是说在道德层面上你又怎么样，而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这样子的话，所有的都是短线。知道吗？这个大哥他绝对不可能再在你身上付出超过3个月，100%的，他绝对不可能再付出超过3个月，懂吗？人家说白了，现在还有点不好意思下台阶，他就觉得哎呀这么长时间，反正你个小姑娘嘛，搞来搞去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告诉你，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最多还能给你付出3个月，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要给自己慢慢下台阶了。从他拒绝跟你见面这一刻开始。他其实就已经是在明确后撤了，因为人家不傻，人家不蠢呐，他觉得你年纪小，他可以跟你陪你玩会儿，但是你老这么搞，人家就觉得你把他当傻叉嘛，完全是。就是每次我起跳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就是。所以啊，你这个就是叫什么？你这个就是叫做在错误的行为当中找到了正反馈。在错误的行为当中找到正反馈，你明明跟人家就不是恋爱关系，明明人家就是一个大哥，
你跟他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所谓可以法律绑定的关系的，这个是明确的吧？本来人家就是个刷客，我也可以理解。你说你按什么把人家当恋爱对象了？怎么着呢？恋爱对象就是好死好秃好残，没有这个恋爱法吧？你不是这一个大哥的问题，我告诉你，这一个大哥啊，你几乎挽救的可能性不大了。我告诉你，你几乎挽救的可能性不大。他心里已经竖起后撤机制了，这个是100%的。他拒绝见面，就是他心里在明确的有后撤机制。你呢？暂时啊，先不要提什么要求，你呢，先该怎么好好播怎么好好播。人家跟你正常聊天呢，你就正常的跟人给情绪价值或者干嘛的，然后呢，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略微的延长一点点。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现在对于你的定位很清晰，这女的就是一个非常 low 非常蠢的捞，这个定位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你得稍微缓和一下。那他为什么还要给我付出呀？他有点不好意思啊，说白了，有点不好意思啊，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大家觉得，哎，我这立刻马上离场，好像也显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他就是这样的呀，很多人就是会这样的呀。反正对于他来说，一个月15个，他觉得也还好，对于他来说不是说那么大的负担，他还能再不让他自己伪装个2-3个月。那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我建议你正常一点，该干嘛干嘛，也不要去老在那薅来薅去的，没什么意思，知道吧？看一看能不能把你的人物形象啊稍微挽回挽回。你这个人物形象碎了，懂吗？人设整个人设崩塌了。他就觉得我是傻白甜。没有，那是一开始，现在已经不是这么认为了，好吗？那现在就是不管他了，然后就是自己弄自己的。我建议你先去把金贵的关系学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1v1。你年纪还小，我觉得还有矫正空间。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跟你输出的价值观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那你可以再找其他地方问一问。啊，行吧。拜拜。你们真的，我跟你讲，人切忌是什么？切忌，忌惮的忌啊，大忌，就是不要把比你成功很多的人当傻子，这个是大忌讳。不要用你那个三脚猫的那点儿啊小聪明，然后去算计着别人口袋里的每一个子儿。我跟你们讲，这个是大忌，明白吗？尤其啊，当你们面对的这个人物对象，他自己又是一个大方人的时候，你一瞬间就会让他觉得你无比之 low， 因为你把他当傻子。你把他当傻子的那一瞬间，就是证明你自己已经 low 到 low 穿地心了，知道吗？别人是大哥，别人今天的一砖一瓦都是自己打拼起来的，别人不傻。别人如果愿意给你付出，他无非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对吧？一个是基于对这个人的喜爱，一个是基于对这个人的欣赏，一个是基于对这个人的保护欲。他总而言之，他一定有一个什么点，对吧？但是如果你把他给你付出的点变成了什么？是他傻，他蠢，他活该，那就不好意思了。人家怎么可能让你就是确切的认为他傻，他蠢，他活该呢？他肯定会让你知道谁是老板的，他100%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谁是老板的。当你买房子，人家跟你说你弄10年，你搞1年的时候，就这一个动作就已经把你定性了。你不能每次都用同样的一个借口，我就是冲动了，我就是太在乎了，我就是没想那么多。你这种傻白甜的这种搞法，你装个1次2次可以，你回回都这么搞，你这不是把人家当傻子是什么呢？对不对？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你觉得大哥看不明白吗？对吧？人家的年纪还大那么多呢。这也就是你们现在的年龄24，你才觉得为什么我每一次起跳我都还能拿到结果呢？为什么？
因为他看你年纪小，懒得跟你一般见识，知道吧？你再大个几岁看看，懒得跟你一般见识，你把他当成了什么？当成了是对于他的蠢的一种论证，是吧？他其实只是懒得跟你一般见识，你以为是你看这男的是真蠢，这都看不出来，这都看不出来，我每次装可怜他都信，是吧？完全不是这个逻辑，好不好？我跟你讲啊，实际上啊，像一个很愿意大方投入的人，对不对？如果你说啊，我10年分期，你说10年分期就10年分期，但是呢，我有别的方式方法，对不对？我剩下的我想让这个人帮1年时间之内帮我把后面的搞定，怎么搞？我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我再慢慢的去哄，明白吗？我再慢慢的去陪伴，去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再去提出诉求。我这个后面没多少，100多嘛，对不对？根据这个男的他的这个付出意识来说，这个100多，你到1年节点肯定还完了呀，明白吗？你现在搞得好像自己很聪明，我就写个1年，你在逼谁呀？你在逼死你自己呀！你以为你是在逼死他啊？你1年整个挣才能挣100，没有这个男的你挣才能挣100，你以为你这么干是在逼死人家？你是在把你自己往死里逼，对不对？这非常愚蠢的一件事儿，对吧？贷款是套你自己头上，你以为是套他头上的？你只管他说10年说10年，他说30年说30年，无所谓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想在1年的时间之内搞定这个事儿，这1年的时间你就好好处不就完了吗？你好好提诉求，好好提供情绪价值不就完了吗？你好好展现自己的光环，你该直播直播，对吧？你随随便便打个几场 PK， 他不就回来了吗？账都算不明白，他还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客户主播是很多的。我们这边主播客户特别多，但是啊，人跟人之间差距好大。那个脑子灵光的跟那个脑子不灵光的，有大智慧跟有小聪明的人差距非常之大，知道吗？差距体现在哪里？不是在短时间之内拿到的结果上，差距在哪里？在我拿到了结果，那个人对我的态度上，差距在这儿。你们以为差距是什么？可能1年时间之内，人家也能拿200，你也能拿200。但是人家拿完那个200，那个大哥还要对他特别特别的好，甚至于以后拜拜了还要再给他付出。你呢就不一样了，你1年时间拿完200之后，你就得赶紧转战下一个目标，因为你任何薅完的羊，最后那个羊他抬头都不看你一眼，他烦你烦的要死，这就是差别，这个就是段位跟智慧的差别。你以为差别在哪儿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哎，你好，许许是我。哎，你说。哦，不好意思，我没反应过来是我。我找一下我的稿子。是这样的，我目前是35岁，然后我这个找下稿子啊。我个人情况是，就是长相有个8分吧，身材也还可以，然后资产情况是有个2000多个，然后我们家也差不多有个2、3千个吧，是这样的。找到了。我目前收入是差不多100多个1年，主要是疫情也没干活，躺平了。然后这个收入呢是包括，这个包括是前男友每年差不多给我个分成有个60多。声音大一点，说话清楚一点啊。我有几
现在能听到吗？你说。对，然后我自己有个几十，就是我的收入情况的话是男友，现在前男友给了我差不多就是每年有60个 W 的分红，然后我有个几十个 W 的收租和家里给我那个几十个 W 的这个工资，就是我现在在给家里干活。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啊，有10几年前就是我就是在那个魔都上大学，然后也有魔都户口。然后20岁的时候认识一个围内的男朋友，然后去了他的城市。毕业之后啊，他对我还是比较好，就是那个时候是每天都陪着我，然后各种什么就是情绪价值呀、礼物呀、补品啊，咱们每年可能有个100多个的付出吧。那个10几年前，就我和他那个身边人也处得很好。后来在差不多27岁的时候，我选择了婚姻，回到了我们这个18线小城市，就是和一个所谓的门当户对的结了婚哈。结婚后现在就是有个小孩，然后每年，他没什么收入，主要是现在就是每天都喜欢打游戏、上网，就这种的，然后也玩那个什么游戏，不知道丢有多少米，就是就现在这个围内的这个呢，他就是每天就是接孩子、带孩子，然后工作也一般吧，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就是打游戏。然后他今年还要回去了他这个8年前给我的这个几十个 W，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我那个前男友听说这个事儿之后，让我去扯快乐证，然后想让我回到他那里，但是我没有正面的回复，因为他现在也有这个女嘉宾嘛，然后我也想就是试探一下他的想法和那个筹码。目前呢，我在那个前男友那儿有50个 W 的这个投资哈，因为他每年给我分红嘛，就有这么多在他那儿。然后今年年底的话，本来有个300多 W 的那个回款，那还在等，要年底。他就让我回他那边，但是我不是特别想，就是因为我其实自己也还是有点工作能力的，就是每年挣个100多还是没问题。然后如果我自己再努力一点的话，可能就更多吧。所以就是现在在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我的性格也是那种比较犹豫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选。就是我现在的那个选项的话，可以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现在如果我还是选择在这个18线小城市的话，工作什么的，那我就可能就不扯快乐证，然后就自己反正谁也不管谁嘛，就自己挣米。然后第二种选择就是我扯那快乐证，然后回魔都，反正那个在魔都这个户口啊、那个房子啊什么都有嘛，就可能带孩子去那边生活，这个上学什么的，这个也是第二个选择。然后第三个选择的话，就回前男友那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说完了。你回前男友不是魔都的？他不是。他在哪？他是其他城市的。他在其他城市。对。那你为什么会冒出来一个去魔都的选项啊？因为我大学在那儿上的大学呀，然后我那个这个户口啊、房子都有嘛，然后可能因为我想去就是将来最迟可能初中的时候我得带小孩去那儿上学呀。就是我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现在在那个18线小城市，就真的是那种县城。现在你小孩离上初中还有多久啊？还有7、8年吧。还有7、8年。那你首先啊，第一，你家里这个肯定是个鸡肋。其实这个我人完全不必放在考虑范围内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你是觉得去找那个前任，你感觉好像也可以，但是又没什么必要呢？我认为是筹码不够嘛。你如果说有这个想法，你可以去跟他谈，就是说我愿意按你说的这么搞，那么你1年能够给我拿到多少多少？我觉得你可以去聊这个天儿，看看什么样的筹码让你觉得我能够非常坚定的走这一步。然后等到你小孩要上初中的时候，你再去嘛。我现在觉得自己年龄其实挺大了，就还是不是特别想就折腾，因为我还是想走雄竞路线的，就是我自己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哈，还是想走这个，就是雄竞会好一点，就是反正就是挺纠结的，就是想听一下
您的建议。我给你建议了呀，你又想听我的建议？我不是给你建议了吗？意思就是说我刚刚给你这个建议，其实不是你内心想要的，对吧？啊，其实也是看筹码吧。所以说嘛，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去谈嘛，对不对？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嘛，那就算了嘛。谈不拢的话，那就是剩下2个选项了嘛，对不对？你首先心里你自己得有个数。如果我要找前任，我想要的到底是多少？有多少能够推动我走这一步？现在我之所以模棱两可，是因为他没有给出明确筹码，那推不动，对吧？就是这样啊，那你就去谈就好了呀。你这个家里这个完全不用作为考量的这东西，有啥好考量他的想法的呢？你这个家里这个关系对于你来说完全是无所谓、无关紧要的个关系。但是还是会有纠结，就是毕竟考虑到孩子和他，其实还是除了那个米，确实是没有和他这个不思进取，但是这个保姆的事情是做得很好的。他就是做保姆的事情，对呀，做保姆的事情的人，你是不需要考虑跟他结束关系的呀，你不需要考虑他这个关系啊。你想去上海去上海，你想去那儿去那儿，你完全不用考虑这个人呐，你不用考虑你现在这个关系啊。你去哪儿都不影响他继续干他现在的活。但是要把快乐证扯了吗？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扯呢？感觉就是总觉得不是那么的自由，或者是放不开。你放开不就完？你自己放开不就完了吗？你放不开，你自己放一下不就完了吗？有啥好放不开的呢？这是理由吗？这个人根本就不用成为你思考的一个点，完全不用思考他。他各司其职嘛，他不是继续在家里管他的事儿就好了，你该去赚你的米去赚你的米好了。是，明白了，可能我今天这个思路不太清晰。那下去1v1好吧？我明白了，下去1v1吧啊，够跟你们搞思路清晰的啊，拜拜，好，拜拜，你们总是拿着5块钱要赚最多的钱，是不是？我跟你们讲的，对吧？斯坦福的老师给你们出的题目，怎么能够用5块钱在1天之内赚到最多钱？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不用考虑这个5块钱，你要考虑的就是我怎么能在1天之内赚到更多钱，对吧？你们这种男的不就是个5块钱？你老纠结这干什么？他根本就不用你去纠结这个事儿，它不成为一个条件，它是一个干扰因素，懂了吗？它干扰了，让你老觉得这个事儿要考虑，这个事儿要考虑，我一定要想着这个5块钱怎么搞，这个5块钱不重要啊，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那可不就是5块钱吗？你以为呢？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你好，曲曲。你说，我现在不是要搞就是孩子爸爸的米，我是想问一下，你怎么可以搞到孩子爷爷的米？有没啥区别啊？说。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刚那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扯了快乐证，然后前夫家里面出了事，然后他人已经不在这边，不在我们这边，然后回不来。然后他爸爸呢，因为家里面的事踩了缝纫机出来了，有6年。然后呢，现在那个米基本上还有很多，大概有个几千个在他爷爷的手里。然后呢，他爷爷现在也有2个女儿，爷爷已经有70家了，然后
大女儿上初中，小女儿现在才1年级，比我儿子还要小。然后呢，他们父子关系也不是很好，他没有办法去他爸爸那边拿钱，所以我跟他说了一声以后，我希望我是可以到他爷爷那边去拿一点抚养我儿子的费用。然后他爷爷他爸爸现在的一个老婆要小他20几岁，也之前是我们厂里面的会计。这种钱怎么搞？你要去跟他爷爷搞关系啊！你想要拿别人的米，你得给别人情绪价值啊！你得天天在他用啊，你得每天去跟他打关系啊，这个是必然的。否则的话，那米怎么能到你这来呢？这不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他打关系。之前家里面没有事情的时候，也是1年就见个孙子1、2次。这个就是你得动个脑子，啥叫没有办法呀？这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你生了个儿子，你没有办法。这个家里面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他混不混乱也不影响你，没有人拦着你去敲他们家的门。你敲他们家门能被打出来还是怎么着？我之前去敲过门，过年的时候我去拜年什么的，就是给个几千，他老婆给个几千块几千，然后就打发一下，然后他自己人嘛跑美国去了。现在嘛就是回那边把那个叫什么缝纫机踩完回来，然后钱也不在他手里，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到？他如果米不在他手里，都在他老婆手里，你就别想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只有家里就他米在他手里，你才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他的米都在他老婆手里，你就死了这条心。这样子，那肯定的。我跟你讲啊，老头子啊，他到这个年龄，他找个什么比自己小20几岁的，然后他把米都给这个女的管着。说白了啊，他就是早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女的那就是他最大最重的事儿。没有什么东西会超过这个女的。你以为他很在乎他的什么女儿儿子啊？他不在乎的，最在乎的是枕边风。他只在乎他自己，关键现在最在乎的是枕边风，明白吗？你如果说这米都不在他手上了，他都给那个女的管了，你就1分钱的心思都别想了。那可太难了。1分钱的心思都别想了，好吧？你赶紧去给娃找个后爹是正经事儿。就是让他负担一下小孩子的生活费、学费，那都不可能吗？我说了呀，米如果说在那个女的手上，你就不要想了，啊。行吧。在他手上，你也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有事没事你就打电话、发消息、上门拜访，你要不停的去构建关联，不停的去搞情绪价值，然后不停的去汇报，哎呀，他孙子的这个1、2、3、4、5的情况。对不对？就是这啊，还有什么？我现在回来以后，那个女的上次回来我家里看孙子，都是带着一块来，以前都是不一起来的，现在都是跟着，电话号码都不给我。那你就别想了，我建议你啊，康庄大道还有很多，赶紧去给孩子找个后爹是正经事儿，好吧？哎，太难了。行，我知道了。好，就这样啊，拜拜。我跟你们说，真的吗？吭哧的从你爷爷那儿，哎呀，抠点，你找个后爹快得多，真的快多了，这多难呐，是吧？我跟你们讲了的，男人的米都是被什么东西吹跑了的，都是被枕边风吹跑了的，尤其是老头啊，是不是？那个男人呢，他真的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呀，他除了要个拐杖，他没啥别的想法，他就是要拐杖，懂吗？你以为他真的在乎你们那些什么儿子女儿这个那个的？很多儿子女儿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总觉得，哎呀，觉得他爹呀把米呀什么的给保姆啦，给什么这个给那个了。其实到底是谁自私啊？是你没看懂情况，对吧？人到最后他要什么？你天天不在这儿，你天天不管我啊，是不是？你又不陪我聊天，你又不给我按摩，你又不给我唱歌，你又不给我跳舞，就因为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女儿，我就得把这一身的米都给你，凭啥？到底是谁糊涂？
没有谁真的糊涂，说白了都是利己，对不对？人到了最后他就是利己呀，他到那一刻的时候他还想着把你们这些人怎么着，他觉得我的累一辈子了，我的辛苦一辈子了，我现在就最后这点时间我还不为自己活，对不对？我能用一个我用我手上的米把这个女人给她困住，对吧？能让她每天24小时围着我转，不比你们这些人强得多，是不是？想得很明白的。这个要争要抢就要干嘛？你就必须得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情感，付出自己的行为，付出自己的陪伴。你以为你干嘛？你就是骂两句啊，打个官司，干架，那有什么用呢？他还没糊涂，懂吗？他还没到那一步呢，能够受你们这些人操控。他还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意识、独立的行为，他就要把那个米给离他最近的那个天天陪着他的。你以为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琪琪你好。哎，你说。第一次跟你连麦，好紧张，也很开心。我也是武汉的。那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您这边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今年30岁，年收入15个 W，985的本科，颜值7分，然后在围城类。复婚之前，他是因为他劈叉扯证的，然后目前呢遇到了一个优质的男嘉宾，41岁，他扯过快乐证，然后资产8000到9000个 W，认识不到1个月，主动付出了12个 W，然后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加物质价值加哼哈价值，但是我隐瞒了我围城内的这个事实，那我又关了，为啥呀？整改10分钟，为啥呢？哪个？说。又给我关了。让我说点大实话。你看我们现在如此的云淡风轻，是吧？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咱们就说在这直播3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地方全部关注起来啊！所有你们看得到我活人的地方都得给我关注起来啊！我们一定不要走散哦，我们一定不要被平台冲散了彼此。习惯了是不是？大家终于习惯了。关注了20个号了，那不得止，你至少得关注我120个号。然后以后看你的关注列表里120个人，打开一看，全部是蛐蛐。为啥一直换？不是我要换的，是爸爸把我关了，爸爸把我关了呀，那咋办呢？啊，爸爸受后妈影响给我关了，我也不想，好不好？Hello， 蛐蛐能听到吗？可以，你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婚姻情况，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我今年26岁，
然后我在21年的时候通过对对碰认识了一个男嘉宾，交往了1年，然后就进入围城了。然后进入围城了，不久后就带球了。带球之后就准备把他生下来，然后在待产期间就一直是异地，但是当时感情也挺好的，就每个月会回来看我一次。然后9月份的时候，就因为口罩时期就一直回来陪我待产，然后之前感情都挺好的，就一直到孩子出生之后，然后我就感觉就变了嘛，然后就感觉他越来越没有责任感，然后对我和孩子的关心也很少，然后后面也是出去一直异地，然后中途我也发现他骗我，或者说是就不接电话搞失踪嘛，然后我问他，他也是一直就是解释啊那些，然后今年7月份我就过来找他了，然后找他之后我就发现他在外面赌钱，赌输了差不多注意一下啊， 100个 W， 有些违规词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意思。然后还发现他劈叉了，然后劈叉的那个人说是 YC 嘛，然后并且他也承认了，然后他说不想扯快乐证，当着我的面呢也说断了，然后就删了那个绿泡泡，然后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也没有变好，也就像陌生人一样，也没有什么10点半那些，然后后面就这样过了1个月吧，然后后面我又发现晚上有人给他发绿泡泡，然后我就问他，他也不说，然后当时我就提了要不就扯快乐证，然后他当时就说随便我嘛，然后后面的话，然后他现在就基本上有时候会不回家，然后我问他去哪儿，他就说去那边嘛，然后但是现在的话，他的情况有点复杂，因为他现在他和他爸妈就是闹关系嘛，就是闹掰了呗，然后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就是创业嘛，然后在外面借很多钱，然后他家里的话就是他一个人独子，然后家里的资产可能有800个 W 左右，然后我现在就想怎么和他父母坦白，然后并且要点米和房子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财产，都是他爸妈的，车房子都是他爸妈的。你这个情况希望不是很大呀，你这个情况首先来讲啊，他在外面各种各样的负债，他父母就算是知道了也不能把他怎么着，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都是既定事实了。再一个就是他如果有了这么大的窟窿，他的父母更加不会支持你们2个人扯快乐证，对不对？他如果跟你扯了快乐证，等他再去找就会更难。但是他这个窟窿他爸妈已经给他还完了。已经还完了，你确定吗？对，如果已经还完了，你听我说啊，如果已经还完了，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啥也别要，现在立刻马上跟他扯快乐证。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最佳时机，因为这个男的以他的性格，他还会捅窟窿的。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还想着搞什么好处，你不要跟他搞什么共同债务，这就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先把快乐证扯完，然后再去跟他父母搞关系，知道吧？这样的话，共同债务反正跟你没关系了。未来呢，看看你能不能因为娃的原因啊，再让他父母啊，因为也知道他是个赌棍嘛，再跟他父母搞关系，让他父母想办法啊，把这些都花在你的孩子身上，这个路径是可行的。现在起码他没有窟窿了，我建议你就是现在立刻马上扯快乐证。那他就是劈腿那些事儿不给他爸妈说吗？没有意义，你说了干嘛？目的在哪？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对不起我呀，然后我就想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米。你是不是傻呀？啊，你是不是傻？你只有说他就这样了，我要跟他扯快乐证，然后呢，他爸妈求你啊，你不要跟他扯，我们跟你给补偿，你这个米才要得过来，对不对？你只有这种情况下，这个米才要得过来。但是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父母可以完全不管你的，可以不理你的，懂吗？他为什么要管你？为什么要理你？他这个可能性怎么发生呢？他的父
父母永远是跟他站一边的，他还能真的跟你站一边？哦，对对对。是这样啊。那我现在就尽快扯快乐证吗？我建议你是这个样子啊，你呢？你呢还是尽量快点扯快乐证，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其实你就算是按照我刚刚说的最优解就是我去跟他父母说，然后呢哭诉啊示弱，然后他父母我们可以给赔偿吧，那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继续这段卫生关系，对吧？可是你继续这段卫生关系，他下次又捅窟窿，他再捅窟窿，到时候你是不是就被动了？他父母不去给他填窟窿了，他又有窟窿了，这个时候你要去跟他扯快乐证，他父母会不会觉得那你跟他承担共同债务吧？你懂我意思吗？就尽量啊，咱们就是把这种所有的风险扼杀在摇篮里就算了，先断赶快尽离场，然后再去跟他父母搞关系，懂吗？我孑然一身，我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我也不怕他的负债能弄到我头上来，对不对？对，他爱跟谁搞跟谁搞，爱跟谁好跟谁好，谁接他个烫手的山药？因为之前我们谈过，他就说他不想扯快乐证，然后他说就是当朋友各玩各的，然后我就很受不了。哎呦，我这都不是重点的，小姐啊，重点是这个男的他是个炸弹，懂吗？这种动不动就要掏窟窿的这种人，我们是不建议去要的。他的欲望大于他的能力，而且他们家并没有多少资产。好的。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拜拜。好，谢谢。什么？又是赌是吧？又是什么创业负债？这种人是典型的什么？典型的就是他有很大的欲望，但是他的勤劳程度压根就跟不上。他不想用双手创造价值，他一直想走捷径，懂吗？这个就是他的人性底色。我是不是跟大家讲，我说我们看人看事儿为什么看得准，是因为我在通过他的行为去判断他的人性底色，再用他的人性底色去预判他有可能做什么，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预判总是会比较准确呢？明白吧？我们不用情绪做判断，一个好赌，一个又喜欢因为什么创业这个那个搞一大圈负债的这种人，就已经说白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压根就不相信勤劳致富这件事儿，他就是一个想要一竿子起盘的这种心态，对不对？可是这现实吗？这现实吗？这根本就不现实。像这样的人，他就极有可能把这个窟窿越捅越大。有的人他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会收敛呢？慢慢的会这个那个是因为本身呢他跟这个小家庭之间的情感绑定还是很深的，他给孩子投入了很多的亲职投入。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跟你们讲，男人2件事儿，他付出的多，那么他出大问题的概率就低。哪2件事儿？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件事儿就是他的米无限的投入到了这个小家庭里，这是第一件事儿。第2件事儿就是他给自己的孩子投入了很多的时间陪伴，就这2件事儿。这2件事儿就会导致他未来呢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出大纰漏。他就算是出了纰漏出了问题，他容易因为他的这个情感归属他痛定思痛，知道吧？他可能还能够还原到一个所谓的说，那我反正我没有那个发大财的命，我就听我老婆的吧，对吧？以后别把孩子搞得太惨。那么他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感诉求，他有可能会矫正他的动作。但是显然这个男的他方方面面不具备，是不是？他的米也不投入在家里，他也没有对孩子的任何亲子陪伴，他有的只有贪婪，只有欲望，他还跟外面的女的裹不清，他永远都不会，他不可能去戒断他这种所谓的想要走捷径的意识的，他没有这个土壤，明白吗？他没有这个土壤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到时候他的父母就得给他哭，
知道吗？他的父母就得给他哭，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起去承担这个后果，毫无必要，对吧？现在能够孑然一身，咱们也别想在这里面捞什么好处，赶紧走了就完事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我先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可以吗？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太愚蠢了，能不能不要把我的事情录成小视频啊？这个没办法，那不行，你下去1v1，因为我们是好多粉丝在录，不是我们在录。知道就是粉丝录，我们控制不住他们啊。我希望不要官方录，不要发在你的官方视频里面就行。好，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我们俩是已经有婚姻的，然后我也有点紧张。然后呢，他比我大10几岁，然后他是跟他大女儿今年高考，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大概2、3年，然后他都是他的女儿从高1到高3，然后明年高考，然后他陪他的女儿是住在就是女儿对面的一个学校里，他就全程是陪他的女儿在读书高考，然后我是去年怀孕，然后今年有宝宝，然后宝宝11个月，然后我是一直在我爸妈家住，然后就是我们刚开始感情就很好，然后我也比较恋爱脑，然后我就但是现在2个人慢慢开始矛盾越来越多，3、4个月，差不多最近3、4个月开始矛盾越来越多。然后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他的前妻，他的前妻是人没了以后，然后我才跟他认识的，然后他前妻是人没了，然后他给我形容的时候，他就是2个人的感情就很好，然后搞得好像就是我跟外人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最近可能2个人矛盾冲突也比较多，然后我就会很介意他跟他前妻的这样一段感情。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基本情况忘记讲了，然后他的情况是可能有一个小目标，把不动产加上一些流动资金啊什么，但他流动资金比较少，然后他的钱都是在公司账户里边，然后我是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我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带小孩，然后我中间就是也是因为在带小孩怀孕，然后跟他因为分开居住嘛，然后他是在陪他女儿，然后怀孕生子中间有各种的委屈，然后各种的憋屈，就是让我很多情绪就无法自己调和，然后我就会把很大一部分情绪可能压到他身上，然后他可能在3、4个月里面，他的身体也有点小状况，然后加上最近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逐渐2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大，然后我就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去消除他前妻在我心里的一个阴影，然后就是感觉就随时我跟他比如说2个人互动啊或者怎么样交流，就是然后他前妻的一个底色是这样，就是是一个女强人，他们2个是共同创办的这个公司，然后他们我老公虽然我老公自己一开始是白手起家，然后他做的是建筑行业，但是跟他前妻在一起以后做的是别的行业，就是也是介入了前妻的这个行业，但是2个人等于说是也是就是一起打拼出来的。但我老公可能其实一开始资产已经有一点了，但是他们2个人还是共同打拼了一个现在的公司。然后我老公现在是想让我去他公司帮忙，也有这种想法。
然后我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该消除他前期在我心里的一些阴影。第二个问题是还有是他一些钱财啊，比如说他每个月是给我跟女儿一部分的生活费，但是他的一些大额的一些资产啊或者怎么样，他其实还是有种防范心理，让我觉得也很不舒服。然后就这种情绪本来就是我其实跟他在一起可能也是一大部分可能是追求感情上面以及生活上面，物质可能也有，但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想要跟他就是家庭稳定和谐一点，金钱这方面就是不要让我心里这么不舒服。你现在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呢？2W 吧，比较稳定一点的。这个是包含了所有的孩子的开销的吗？对，是有点少。是这样子，你们俩结婚多久？结婚2年不到一点。你小孩多大？小孩11个月，快1岁了。然后你们2个人平时的见面频率呢？见面频率可能是刚开始他身体比较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去体检，那时候是频率比较高一点，可能1个礼拜好几次，他空了就会过来。然后他身体有点不是特别好了以后，然后就可能就1礼拜见个1-2次这样。到现在就是大概1个礼拜见1-2次是吧？对，可能1次吧，有时候也有可能2礼拜见1次这样。1个礼拜见1次或者2个礼拜见1次，平时他都是跟他女儿一起住。对，跟他大女儿，他大女儿明年就高3，然后大女儿的成绩呢又特别优异，然后可能冲就是全国前几的那种排名的学校。他有把他女儿送出国读书的想法吗？有。那如果送出国读书，他会跟着一起去吗？还是他会留在国内？那不会。那我还就是他基本上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哈，闭嘴了，不要说了，不重要了。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首先啊，你得有一个卧薪尝胆的概念在里边，因为你已经进围城了。现在这个事儿已经是既定事实了，这里面有包含几个既定事实。第一个既定事实是你们已经是婚姻关系了，这个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个既定事实是他的前妻是一个既定事实的存在，且他的前妻已经人没了。他对于他前妻的这种愧疚心也好啊，这种曾经的回忆也好，干嘛？这是永恒的既定事实，永远不可磨灭的一个既定事实，懂吗？这些都是既定事实。第三个既定事实就是他非常爱他的那个大女儿，极其的爱，这个也是一个第三个既定事实。第四个既定事实是你现在已经跟他有小孩了，且你还是很需要未来作为他这个父亲的角色给你的小孩带来比较好的物质支撑的，即使你不在乎，但是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未来也不可能不在乎。4个既定事实摆在这儿啊，我们基于这4个既定事实，那么有些东西你就必须得认清，那就是你不要过于情绪化。因为如果你过于情绪化的话，实际上你要看啊，你在这个关系里的站位啊。现在这个关系里面一共有多少个人呢？现在这个关系里面一共有5个人，1、2、3，应该是5个人吧？5个人，哪5个人？这个男的，对吧？他的前妻，他的大女儿，你的小女儿，对吧？5个人。这5个人里面，首先你要明白一个事实，叫做你是最后一个站位，懂吗？在这个5个人的一个局面里头，你是最后一个站位。我讲的是在这个男的心理站位，懂吗？心理排序，首先你要非常明确自己的站位在哪儿。我们要明确自己在一段关系里的位置，我们才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否则为什么你老是会闹啊搞啊干嘛的？其实是因为你老觉得你要占第2个站位，你觉得你跟他是夫妻，你是在第2个站位上，但事实上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你在这5个人里面你最后一个站位。既定事实首先了解，然后基于这个既定事实，那么你要明白，如果你想要得到你心里想得到的，无论是爱也好，位置也好，什么物质也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也好，给他更多的份额也好，你一定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温水煮青蛙的时间。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叫卧薪尝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你要基于自己的站位去表达，
你的语言内容。所有的人在我之前，我是很清晰的。既然人家都在我之前，我不应该去争，我也不应该去抢，我要明确自己的位置，然后提供自己的价值。首先把我的孩子养好，然后你是老板，我把你哄好。你让我去公司工作 OK， 那我就在公司里面把我应该做的事儿做得明明白白。在逐渐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要博取信任。你有了这个信任基础以后，然后呢，瞅机会。就是比如说他的小孩未来要出国读书这个节点上，你要帮他去做很多有关于他这种出国读书的一些材料啊，相关的信息啊，1、2、3、4、5的，你要真的去为他着想，找到很多东西之后，顺利的让他的女儿出去。首先这是第一步，他人出去了，这个男的才有可能在物理空间上过来，要不然他物理空间上他都过不来。如果他这个女儿一直在国内读书，那他就会一直跟他女儿一起住。首先你要想办法让他女儿先出去，然后他人才能过来。他人过来了以后，你们才能形成一个正常的3口之家。那么在正常的3口之家的情况下面，你才有可能说真正的站到你想要的这个第2个站位上面去。是他现在的心里的第2个站位还是属于他前妻是吧？当然啦，100%呀。他前妻是已经没了，大概不重要啊，越是没了他越在乎。男人很狗的，他在人世间的时候啊，这男的还指不定在外面干嘛呢，他就是人没了，懂吗？他才会这样的，懂不懂？然后她婆婆，就是我婆婆也会跟我说，就是这个女的没有之前，因为这个女的是生病没有的，然后在2个人之前可能关系可能也不能说很甜蜜吧，就至少还是正常的夫妻关系。我跟你讲了，好不好？我呢，我们时间有限啊，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已经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搞明白了。如果说你心里稳定不了或者怎么样，我建议你去1v1。但是我跟你讲的这一段啊，你可以下去好好的思考思考。我跟你讲的东西就是你需要直面的东西，不要自己骗自己啊。你如果不直面这个事儿，如果你还在情绪化，那么你们这个婚姻到最后都是搞不好的，好不好？就是我不能情绪化。对的，好吧，你还可以下去1v1啊。好，挂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你看他真的是我们10分钟讲完，其实他一定是这口气他都咽不下去的。我给他把这个站位分析的明不明确？我们所有的这么多的观众在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可是女人呐，不愿意承认，知道吧？她总是用她的身份定义她的位置。其实身份是身份，位置是位置，它是2个概念，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说有的人你看啊，他总觉得我跟你就是夫妻，所以我就可以怎么着？不是的，你的身份不代表你的位置，你的位置是由什么决定的？你的位置是由你的筹码决定的，明白吗？位置是由筹码决定的，不是身份决定的。身份它是面对公众的，对吧？社会告诉你啊，你是他老婆，你是他女朋友，你是他女儿，你是他这个，你是他那个。但是真正决定你在这段关系里的站位的是你的筹码。只要你没有相应的筹码，你在这个关系里就没有位置，对不对？我把它挂了，我再给你讲的更清楚一点，你一定要看透。因为如果你不看透，你始终都会误认为自己应该站到第2位。只要你心里是这么认为的，你这个事儿永远干不明白。你再长的时间你都干不明白，你一定是天天在家里干架，自己叫自讨没趣，这个就叫自讨没趣，明白吧？你看他最后说他这个男的他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不是完全吻合了我的说法？他的前妻要是人还在呀，他还不会有这么多的爱。他是什么纯元皇后嘛，懂了吗？这个男人就是这么狗。人生在世的时候啊，他还花里胡哨，懂吗？哎，他事业起盘了，他还有可能这个那个这个的，他对你吧也就这样，不过如此，反正呢不咸不淡，对吧？不上不下，
哎，觉得我们两个人反正是患难夫妻嘛，共同打拼到现在嘛，那我觉得我能对你负责任已经非常好了。我有这样的社会光环、社会的价值，那我在外面干嘛，你也不能管得太死。他是不是这个状态？他一定是这个状态。正是因为他没了，才成为了他心里永远的痛。明白了吗？不，他人在呀，可能你的站位还靠前。我跟你讲，他要是人真的在呀，你的站位可能靠前，懂吗？因为他还有上头嘛，对不对？他有情感上头嘛，他对谁上头，他就枕边风，离这最近是吹的最近嘛，对不对？他正是因为人没了，他才会把他的位置永远的放在这儿，明白了吗？你要搞明白自己的立场位置很重要，要不然呢，这场仗你永远打不赢。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跟你讲既定事实？我先跟你聊既定事实。如果你不了解既定事实，你永远都是在搞情绪。如果你搞情绪，这段关系到最后一定就是崩，一定就是崩。所以为什么我老说先树立目标，懂吗？先树立目标，看明白局面，然后再用自己的目标倒推自己的语言和情绪和行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逐渐的靠近你的目标。你又想把这个男人抓回来，但是你又不停的在情绪上头跟他干架，那么你就会把他越推越远。这个是你想要的吗？对吧？如果我要放弃这个男人，一定是因为我想放弃，我有了更好的选择，我有了更好的退路，而不是在我不明所以的情况下面被情绪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展，然后完全发展成了我不想要的反方向。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像这样的模式会永远的让你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抓手。迷茫是在什么过程当中解决的？是不断的在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解决的。如果有一天我达成这个目标了，我再来看我要你不要你，懂不懂？这个就是叫生命的可控性。我明明想跟你在一起，我天天跟你干架，天天把你往外推，你最后目标达不成，然后你还率先失去了他，你心理准备没建设好呀，心理建设没建设好呀，退路没找好呀， Plan B 没找好呀，对吧？那最后你就会又陷入到一个巨大的迷茫，是不是？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熬到他出国，熬到他女儿出国，你就出头了。Hello， 你好，你好。喂，继续。哎，你说。是我是吗？好，就是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就今天有2个小问题想请教你。我的基本盘是这样，我现在是28岁，在超一线城市做晶晶行业的，然后海外名校背景，颜值身材都7分左右吧，家里资产在5、6千个 W 左右，就总的来讲是一个就是超一线城市的一个小白富美吧。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硬件条件是过关的，所以就是在软实力上需要下功夫，所以半年前我就是开始关注曲曲之后，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去学习，现在就是从以前就是一直被男人捧着，到现在我就是也可以放下身段的去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我就一直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这半年我就一直往上在走嘛，但现在我纠结的点在于，因为我到离30还有整1年的时间，有点紧张，不好意思。整1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也经历咱们讲客观的事实，就是30之后的话，无论我硬件条件可能比较不错，但是在婚恋市场上可能价值也是会往下降的。所以我其实知道自己，我半年一直在往上走，但是觉得要在1年之内，你说在30之前我进入围城，确实是还是有难度。
所以我就是。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行动上发生错误，因为有时候这个念想来的时候，觉得我自己还剩1年的时间，有时候确实会产生心理上的一个急迫感。我还是比较淡定的人，我觉得不能让这样的想法来让就是怎么讲，行为上发生错误，是不是？当然我也在努力了，我接触到很多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婚恋对象，所以菊菊你是不是觉得就是我还是就该怎么样，就是还是正常的跟他们相处，但是不要说把30之前把自己一定送进围城这个执念就是过分深了。为什么要有这种执念？这个执念的来源是哪里啊？就我觉得可能30之后就是自己的婚恋市场上的价值还是会往下走嘛，其实硬件条件也不错。不是，是你的原生家庭幸福吗？很好，爸爸妈妈非常的恩爱，然后从小就是不缺米，给我非常好的。那你也不缺米，你也不缺爱，对不对？对。那你还考虑什么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考虑雄竞啊。是就是这个思路，就是我也考虑过。就是我现在在经纪行业做的也不错，我的公司是经纪行业数1数2的。这个工作我还是会努力的往下去做的。那是不是30？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事。30之前我觉得就是在年龄上可能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我就把重心稍微往婚恋市场上。你现在的年龄不是？你现在年收入是多少？50到100之间。你现在年收入的50到100是吧？首先咱们要把自己的收入干过100，干到100以上，明白吗？干到100以上，那么呢，你的择偶花期至少还能延长3年。就是对，就差不多32、33之前，对吧？这么聊，明白吗？你要知道因为你现在是在超一线，对吧？对，在超一线最大的核心竞争力，除非你是25以下。你不在25以下，年龄就不是你的最大核心竞争力了。最大核心竞争力一定是经济实力，懂吗？你的长板一定在这儿，把这个长板打长。年龄在超一线城市是可以放宽的。是的，如果你现在慌里慌张的呀，哎呀，又要去找对象啊，然后完了以后又要跟对象示弱呀，完了以后那个精力又分散的，那样的话，他就会把你要干过年入100这个路径拉长。好的，好好的搞雄竞，而且女孩子内心一定要呈现一个我不缺爱、不缺钱的状态，明白吗？像你们这样的女生一定要呈现这样的状态，你要有这种淡然自若，那么你在这个婚恋市场里反而会有更高的价值。一旦你跟那些挣不到多少米的女的混到一谈了，开始慌，我告诉你，你慌不赢他们。为什么？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拿出来搞男的，你可以吗？我不行。对呀，明白了吗？首先是自己的长板打长，再来考虑别的东西。好，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上次我也连麦过，就是我说有一个就是近期要去参加一个局，然后去那个局上的全部都是资产验过，就是过小目标的嘛。当时我来请教你说我应该怎么表现，然后当时曲教我就说不要显得得失心太重，就是在所有的白富美的之中表现得更懂事那么一点点，然后更大方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也特别谢谢曲，就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结果收到的正反馈目前都还不错。因为我那个局上我28嘛，其实最小的有到00后，我当时还担心说我是不是拼不过那么年轻的，结果没想到就是男嘉宾他们也不一定说就年龄越小越好，所以现在就囊进来了几个不错的男嘉宾。那你应该上来11啊，你已经有男嘉宾了，你在我们社群里吗？还不在。你连社群都没进，你搞个毛啊！你这个说话的，你先进社群然后你先跟小姐妹探讨，完了你去1v1你有男嘉宾在手上，如果有觉得好的男嘉宾，你首先是找到一个好的沟通状态，知道吧？能够靠沟通，首先让对方有点小上头，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是想说，怎么从里面筛选出，就有效的筛选出最适合进入，就一起筛选就完了呀，一起聊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说让你因为你手上有几个对象，让老师帮你聊，不是挺好吗？都不用过脑子，复制转发，对吧？然后在设置，我们在帮你设置关卡的过程当中，不就有人他就出来了吗？不就出现了吗？就是好的。情感经验有点欠缺。因为家里就是觉得我们家什么都不缺你，我爸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一个情感上对你好的，有爱的那么一个人。有爱，情感上好，你得通过东西做体现，好吧？是，就是因为跟家里矛盾，就是这一点上跟爸妈的观点是相反的，所以我在这个想进入婚恋这一块就不靠他们介绍的都是根据他们的标准筛选出来的人嘛，所以我就是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参加，就是怎么讲去搜罗人。没问题啊，你现在已经有目标客户了，很好呀，没有问题啊，上来1v1吧，好吧？好的，谢谢你去，好，就是拜拜。最好的就是这种了，对吧？工作能力也比较强，手上有点米，家境也不缺。你们缺的不就是让男人上头的聊天话术吗？你缺啥呀？对吧？然后呢，尽量把你在这个事情上面用的时间压缩。你们学习能力又快，这种女孩子是我们最喜欢的客户。为什么？因为能在事业轨道上出成绩的人，其实她的学习能力都是很强的。她就算是以前没有这个功能，我们在给她就是帮她发消息的过程当中，她迅速的就能够把这个变成她自己的技能。知道吧？她不像有一些真的很傻的那种女孩子，她天天看你发，她还是学不会。所以其实这样的女孩子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类，很好带，明白吧？金棍好好学一下，要不然的话，你看你们有的时候就是一点点就是这种概念认知都没有。一上来就是一抹黑，上一次来跟我连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头，对吧？你这个头开好了，那么后面的路要一步一步要走稳呐，对吧？不要自己胡乱操作，因为你们太容易心态失衡了。你看他抓，好想嫁人，好想结婚，好想结婚，我明天就要30了，怎么办呢？你哪能这么搞呢？你天天像这么搞的话，你哪里找得到好对象？对吧？如果我们帮你发的话，他就能够隐藏你的这种焦虑，因为话不是从你自己嘴巴里说出来的。别人就抿不出你的这种焦虑，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麦关了 ，Hello， 说话。DH 说话，下一个，我们1v1也不贵，很合理。下一个。超一线29真不大，超一线29真不大。Hello， 你好，你好。Hello， 你好，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哎，你好，琪琪姐姐，我超级喜欢你。然后我跟你介绍一下我，然后我是
世界 top 前30大学本科毕业的，然后我今年是24岁，颜值的话大概在7到8分，然后是独女，家里净资产的话过亿，然后我的男嘉宾他是重本，然后985国内的，然后是全国 top 前3的硕士在读，然后今年是第1年，还要读3年。然后他外形的话可能也就5、6分吧，然后他们家因为我们是家里介绍的，然后他们家年营业额的话是差不多2、3个亿，然后是独子，然后因为他是我初恋，然后我们谈了3年，我们俩就是现在我其实是有点想犹豫要不要跟他分手，还是说是要是这样的，因为他要再读3年，但是我是很想早点进入围城类的，但是因为他研究生今年才是第1年，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情况，就他一直在否定我的价值，就是包括我能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呀，包括我在家里的条件呀，包括我的外貌啊，他所有的价值他全部都否定，他全都说就是男的不需要。然后我跟他沟通特别困难，然后我是情绪很稳定的一个人，基本上我们第1年、第2年会吵架，但我们最后这1年我永远不会吵架，永远是他发火，然后我就不断的尝试跟他沟通，然后去哄他。他最近天天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还年轻，然后就是我忙我的事业，你忙你的事业，然后不需要沟通，不需要陪伴，不需要交流，然后我就觉得心很累，然后我就觉得他给我提供了太多的负面价值，让我觉得特别内耗，因为我觉得我唯一的短板就是我在事业上我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事业心，因为我一直认为，我觉得我的家庭条件和我就是我认为我不是特别需要我有很强的事业，所以我一直是想就是将来当个全职太太啊，就是我开了自己的一个小店，然后就是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一直在这方面，就是我感觉他在 PUA 我，一直跟我说你要有事业，你要有自己的事业，你要有自己的事业，年轻的时候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就是我总觉得他在 PUA 我，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内耗，然后我就很犹豫，我就在想是要再等他3年呢，还是说我应该趁着年轻，我应该换一个。你们俩见面的频率是多少？我俩因为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城市见面的话，可能基本上就是天天或者隔一天见一次。但比如他考研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会1个月也不见面。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异地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跨国一段时间嘛，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几个月不见面。你们现阶段是什么情况？现阶段就他去北京去就是那个读研了嘛。现在你们是异地？对，我们现在是异地，可能1个月，就是我是能每个周去找他，但是他觉得可能也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可能也能1个月见个1、2次吧。现在，你们异地多久了？刚异地，就是他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是在考研嘛，然后或者是已经就是在一个城市，就基本上是经常能一起见面。但是他是从9月份就是开始去读他第1年研究生，然后未来3年基本都是这样。他在北京，然后我在我们的城市。对，这个男生肯定不能等，我不建议你等啊，没有价值。没有什么等的价值。你多大？24。你24是最好的择偶期。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做全职太太，那你就赶快出去对碰。你这么好的条件，什么样都碰不过来。千万别在这个我把歪脖子树上吊死啊！出去对碰。我还是有一点迷茫，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 PUA 我，没有任何迷茫的点，我所有的价值，没有任何迷茫的点，好不好？这个男生很简单。怎样的对象？你们能不能听我说话？你要跟我一起说话。不好意思。你们这个男生他很清晰，他就是太年轻了。然后呢，他现在说白了，他根本就不着急结婚，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富二代。而且他现在在异地的情况里，他还会新交朋友，还会干嘛的。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会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价值感，他会觉得自己好抢手，好有价值，什么样的女生都喜欢他，什么样的女生都往他上贴。他在短时间之内他是不会有这种婚恋打算的。你跟他在一块纯属于是陪太子读书，而他不是太子。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如果要去找一个对象，我在婚恋市场上是占优势，还是说是我应该去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会比较合适？你想找什么样的都找得到。没有什么找不到的。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我就是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吗？就是我觉得我不太需要拼事业，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开一个小店，然后自己很开心，然后也未必要挣很多钱，这种想法是可以的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我就没有什么，那我是让我爸爸给我介绍对象是可以，就是我爸爸给我介绍比我超3岁以上的对象都可以，任意渠道的对碰都可以，好不好？什么样条件的都能找到。好的，谢谢曲曲，我觉得好像树立了一下自信，我感觉我和他在一起就是开始疯狂内耗。我最近就是每一天都在想，我应该去找什么让我自己什么奉献一生的事业。行了，就这样吧，好吧，我挂了再跟你说啊。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很简单，他就是一个什么典型的，是因为太年轻了。他接触到这个男孩子，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这样，年轻的白富美的女孩子，然后接触到这种年轻的这种所谓的高富帅吧，所谓的高富帅，他这个中间呢会经历一个剧烈波动期，因为男生啊，他们一旦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独立的圈子之后，这种所谓的高富帅，他会被这个市场给惯坏，知道吗？因为他太年轻了，他根本就没有定下来，他一出去，他就会发现所有的女的开始往上扑，他当然觉得你没价值啊，明白吗？所有的什么年纪轻的，或者是年纪大一点的，或什么网红脸的，这个那个的，全部往上扑，他一下子就觉得你看你哪儿都不顺眼，看你哪儿都不行，懂了没有？其实不是你哪儿都不行，你如果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他现在自己就已经定心了，已经觉得我想结婚的，跟他同等条件的男生，他就不会这样，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男孩子他太年轻了，他就是说白了，他过去吧，天天跟你在一块儿吧，他还没有这种感觉，他一旦被放到那个市场里面去之后，他一下子就是叫什么？这一下子啊，他到那个花丛中里面，一下子就人就走失了，懂吗？那句话咋说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明白没？好多这种男孩子还会被什么样的女生给哄到啊？还会被那种有过婚史的、有过球的、拿到过大的物质结果的职业的班子哄到，知道吗？很多。在一个男的呀，他没有想明白自己要结婚定下心来之前，你跟他耗完全是属于耽误时间，千万不要跟他耗，明白吗？一定是这个男生他自己已经想着结婚了。我告诉你们，往往啊，在你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出来跟你们对碰的，如果说通过家长介绍啊，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啊，他们是真的想结婚的。这种如果是跟你门当户对的，或者是比你条件略好一些的，基本上一碰一个准。你没有短板呢，你现在无论是你的年纪、家庭背景、方方面面、学历，没有短板呐。你什么样的对碰不进去啊？千万不要跟他耗。我又对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野心，我就想当一个家庭主妇，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这个就是你现在最好的花期，赶紧就碰就完了，赶紧把你这男的扔了。跟他在这陪太子读书，我说了噻，陪太子读书还得陪的是太子呢，他的身家起码后面再加个0，你再跟我聊这个天儿。对吧？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男孩子有的时候会被一些，等会儿。会被一些我刚刚说的什么啊，跟过大佬的，手上趁着是吧，大的资金的这种有很多历史的女生拿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男孩子啊是这样子的啊，一个人呐，就跟很多女孩子年轻漂亮的时候，什么样的优质的人都遇得到，是一个道理，就是这种男生呢，他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不是旁边疯了一样的往上围，对吧？
很多女孩子疯了一样的往上扑往上围，这个时候啊就会让她的评判体系发生紊乱，她会在情感的追求过程当中会趋近于一个什么状态呢？求完美的状态，明白吗？他为什么老是说你怎么不上进啊？你要工作吗？那是因为他认为他可以找到一个最牛掰的那种什么呢？又美又年轻，家境又好，自己还会赚钱的，自己还很强的，知道吧？自己很强怎么体现的？手上的流动资金大呀。二代很多手上是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的，你们明白吗？为什么我刚刚说的是职业选手呢？因为他们手上是趁着大资金的，他出去他可以跟你的消费水平很类似的，很持平的，懂不懂啊？我开的什么车，我住的什么房子，我开的什么酒，我每天买的是什么东西，他能够跟你很持平的，甚至于超越你，因为你也是个二代，你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线上呢，那些女的已经到这个水平线上了，明白了吗？当他被这样一些东西所迷惑的时候，他会认为他能够遇到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那种女人，是这样的，懂不懂？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呢？没有完美的，知道吧？那很多都是已经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大结果了，根本就不是走什么雄竞，它是一种包装，因为他手上阔绰呀，所以它是一种包装。所以说这种男孩子，因为他太多人扑他了，他就会在这里面去雕那个方方面面看着都分很高的这种人。但是方方面面分很高的人，他没有背后没有巨大漏洞吗？不可能的，懂了吗？他是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很容易被那一类的忽悠，知道吧？那你们这种女孩子就别傻了，自己条件很好的一定要去找那个脑子拎清白了的，是吧？他这种男的还要让他在社会里面再被抵挡个几年，知道吧？他被哄个几回他就懂了，他就懂事儿了，得有人教他成长，知道吗？来下一个。下一个。我有个哥们儿就是的，一个二代，被一个这样的女生哄了好几年，最后被别的男的打上了门，然后才醒悟，真的，然后硬给自己拖成非常优质的男青年，硬给自己拖成大龄剩男了，知道吗？现在已经对于就看女人这件事情发生了严重的紊乱，脑子处于严重紊乱当中。Hello， 你好。Hello， 你好。Hello，DH 说话。Hello， 说话。我听不到啊，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们要求太多了，一次都不让穿出啊？合理吗？不苛刻吗？你们？Hello， 你好。Hello， 能听见吗？哎，可以，你说。Hello， 哎，你说。你好，曲曲，那个，我的那个
叙述比较长，我先说我的问题吧，就是我想知道以后跟我那个老公怎么相处，再有没有必要再跟他在一起。再一个就是相处的话，以什么模式？然后说一下基本情况。我今年32岁，围内，长相中等，1.65米，94斤，生活在小城市，年收入12个 W 在国企，家里条件不是很好。领证的时候，父母只给了8个 W 左右。从小父母离异，然后经济比较拮据，然后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然后男嘉宾34岁，长得还不错，然后很会谈恋爱，年收入大概在14个 W，然后我们算是我们不直属的单位的上级。然后他家里婚前买了房，我13年毕业，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目前已经认识10年了，谈了3年恋爱，入围成7年。然后我不喜欢娃，但他和我恋爱时就说必须得要娃，然后我同意了。目前就是5月20，然后最近的2年多我们没有10点半，领证7年10点半总共就20多次，我总是主动，但是被他各种理由拒绝。我们相处基本不沟通，总感觉他挺冷漠，好像什么都不在意不关心，可能是我要求的太多，总感觉他不够爱我。后来我转移注意力搞个人爱好之后，我们就更不咋说话了，但是他还感觉挺好的。今年5月份发现他和一个异性频繁聊天，然后查他发现他还 PC。 他为了不让我再提这个事儿，和我签了财产协议，除了婚前的房，婚后财产都给我，然后我所有的支出。我们去律所做了公证，车我不要，折米17个 W， 协议承诺因为劈叉再分开的话额外补偿10个 W， 我决定再试一试。然后5月份到7月份我一直看着他，车不让他开，出去吃饭要定位，他晚回来我要去找他，然后他也同意了。5月份7月份出了2次差，成都西安，大部分时间我也都跟着了。在外面的时候关系缓和了一些，但是在家的时间总是吵架，可能是因为我看得太狠了吧。我总觉得他并不是真的想和我好好过才在一起的，是怕我去闹而已。5到7月份我们恢复了10点半，当时我都觉得快过去了，快好了。但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发现他频繁使用地球小号，这个小号5月份的时候我们俩共同申请注销了，小号里换了好多外围，并且加了那个女人的地球好友。我开始和他谈判，提了扯快乐证。他坦白这几个月期间其实加了好多次这个女人的地球好友，说是这个女的总是找他，问他为什么要老删他好友，而且从20年开始他就有 PC， 大概1-2个月一次。15年底领证前一天还去过，这个对我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感觉有点心灰意冷，感情上真的可以接受扯快乐证了。我开始和他提条件，说以后要告诉我所有的密码，地球要连我平板，发朋友圈，换头像。我们16年领证以来，他从来没有发过任何朋友圈，他是不发圈的人。他行程要主动报备，外出主动开定位开视频，半年一次体检。再发现聊 S 就给他公开，当我面和那个女人断联，当我面和他的朋友说以后不聊 PC 的事儿，当时他都答应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做。1周以后，在我又提扯证之后，才换了头像，连上的地球。但是和我说不会主动和人断联，以及主动和朋友提这个事情，必须等他们来找或者提了才会做。我说1个月之内和那个女的要断，和其中一个朋友不聊 PC 的事，半年内和所有的朋友都要说，我必须要听到录音或者视频才能相信。后来我发现有朋友联系他，但他没有按我说的做，他的周围的朋友都 PC。后来我们沟通，他说以后可能会去和朋友吃饭，去酒吧当做娱乐，但不劈叉 PC。上周我们关系紧张的前提下，他还买了套房，提了他所有的公积金，搞得我不太好意思扯快乐证，还要求协议里的补偿。他目前除了婚前的房，基本上再没有米了。他说他不在意米，可以都给我。以前我们关系可以的时候，他也说过这种话。据我所知，他的工作逢年过节会有几千块不定的收入，应该足够再去 PC 了。我在关系里属于特别容易上头的类型，领证那年我劈叉过，他原谅了，从那以后就对他死心塌地。现在想继续和他继续过，又怕他再骗我好多年，是不是他和人聊天？要不是他和别人聊天，我根本不知道他 PC。如果扯快乐证的话，我的生活水平会降低，而且不想再入围城了，太累了。然后继续过面临几个问题，就是以后怎么相处啊？是要主动一些，还是等他主动啊？然后还有就是面临他要娃怎么办？他想1年以内要，我说要2-3年，他说他不想等那么久。然后就是这些问题大概。你今天你这个问题，对，说完了吗？我还有我对他很多猜疑，就是我不看着他，这不重要。面对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一开始直播连麦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你的这种案例了。我说过了的，你这个男的就是 PC 成性成隐性的这种，
你今天讲第一句话，我就已经想告诉你这个事儿了，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聊过这个问题了。当一个男的，你又要管他的米，又要管他的这个那个什么物理空间的时候，他发神经，管的要这要这种，他都是有极强的成瘾性在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是一生无法改变的，知道吧？你天天查他搞他，其实是跟你自个儿过不去，你要么就掰，你要么就接受，没有这第三件事儿，没有第三种可能，懂不懂？他们是有成瘾性的，他是不可能戒断这个东西的，他可以跟你之间戒断，他可以跟你之间保持这个室友关系，但是你让他去戒断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绝无可能性，懂了吗？懂了，曲曲。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去想，你跟不跟他过？你不要自欺欺人，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是这么个事儿了。如果你要跟他过，那么你以后就再也别管他了。你想干嘛干嘛，对吧？你想出去玩，你想跟谁不重要，反正你别管他。你要是又要跟他过，你又要不停的去管他，那你到最后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我还想继续跟他过的话，我需要在关系里主动一些。主动个毛线，想干嘛干嘛，无所谓了，知道吧？关键是把米抓到手上，你自己过你自己的人生。他想要娃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先拖着呗。我觉得如果你要决定跟他过，那么就要娃，也别琢磨，知道吧？不要娃，那就尽早散。这就是目标跟行动达成一致，因为他一生是不会改的。有娃了之后，他也不会因为责任变化的改变。不可能。行，那我知道了，曲曲。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就这样，拜拜。我是不是今天一开始我给你们讲了一个点，就给我直播间干关了的，是吧？我是不是说了一点？我说你是很多人呢，他能够让自己什么健康饮食，对吧？我能够控制自己健康饮食，我每天就吃个7分饱，吃个7分饱的人，那么你通过管控他的米，对吧？管控他的身体，两件事儿都管控了，那么他也就这样了，他也就懒得出去这个那个了，懂了吗？因为他自己觉得我就吃个7分饱可以了。但是如果他是那种对于这些诱惑呀完全控制不住，就是要每一次要把自己吃撑吃吐吃残的这种，要把所有的山珍海味，所有的那个叫什么地沟油，所有的东西都尝一遍，那你就不要想了，他是绝对不会改的，明白了吗？那是绝对不会改的啊！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做梦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这男的能够7年跟他有20次，这绝对不是同，知道吗？不是啊。来，下个是谁？Hello， 你好。你好。你说。你好，你真是我的女神。哎呀，就是我呢原先真的是过得糊里糊涂的，就傻白甜的人设吧，也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就是我前夫呢是个杜偶，但是呢结果发现的也比较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儿，而且还是他的5号女嘉宾吧，扯出来了他的2、3、4、6，就是，然后他呢，他生意上呢，就是也是因为就是人设有点崩塌嘛，因为他原先都是那种，就周围的人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工作狂，工作很上心，然后呢，就是也平时很忙，然后我们家里的感觉也是他因为忙工作嘛，但是呢，后来结果5号女嘉宾把这件事扯出来以后，整个就是崩盘了。生意上呢也是因为那个就
YQ 的事情吧，就是也一直在走下坡路，后来整个就破产了。然后我跟他之间嘛，就是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就整个也过不下去了嘛。就我目前是跟他扯了快乐证已经2年多了。他最近呢已经跟那个7号女嘉宾已经开始又结婚带球，关键他还是个破产的状态，我真是也服了他了。但现在我的诉求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小孩子，就是在我这边，2个小孩都在我这边。他那边就是一直说破产嘛，没钱，什么抚养费都不给。然后7号女嘉宾对他管的也，因为7号女嘉宾是知道他所有事情的，管的特别严，就是我联系他也是通过他父母才能联系到，就是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具体一个什么状态。就抚养费这块，现在是我在支撑的小孩，然后我家里条件应该还算可以嘛，所以我父母就是他们觉得对，就抚养2个小孩没问题嘛。但是我心里会有点膈应，就是前面真的我在他身上付出了这么多年，然后得到了我就是这样，而且就是2个很好的小孩，很可爱的小孩，他就真的是一点这个带娃的心都没有，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种男性的属性是这样子呢，还是他是个个例啊？你没有看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是不是？我大概有看一些，因为你没有大概有看，也挺同情我了嘛。然后是他引荐给我，我知道你的这些。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人名言，知道吧？多偶男是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儿变成单偶男的，绝无可能性。我有这样一句经典的名人名言，知道吗？对，其实我看了你的一些言论，我会觉得，就是虽然现在目前跟那女的带球，但是我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知道那女的下场可能也不会太好，只是说目前因为她的条件只能找到她这样子的。你呀，那女的也愿意翻篇了，小姐啊，你已经跟她拜拜了，你还在纠缠这个事情干什么呢？她也已经都是个薅秃的羊了，她已经是个破产状态了，知道吧？后面的女的也就是看中他的那个空壳子，看中他的光环了。你不要再想着还能从这个男的身上搞什么1、2、3、4、5了。对他这边我其实就是心里会觉得小孩这块我就算了，那小孩这块他怎么能？他为什么不能呢？你跟他扯快乐证的时候，你没有预料到？当时协议上有啊，但是他现在就说没钱啊。这是一种必然，我告诉你，这是一种必然，知道吗？你这个男的他是典型的皇帝多偶男，他是典型的皇帝多偶。像这种男的，你知道母凭子贵是什么意思吗？母凭子贵的意思是，首先他对这个女的有牵连有感情然后他才会觉得他的孩子重要。很多人他对这个事儿他都理解反了，知道吧？他是这样的。皇帝多偶男他不是因为看中你的孩子所以来关注你，不是，他是因为对你有感情有瓜葛有牵连，所以他重视你的孩子，他是反的，知道吗？你跟他都没瓜葛了，你还指望他重视你的娃？多的很的女的给他生喽。天哪，我就觉得小孩应该是也是他的有血缘关系，就是至少他不在意我，那在意小孩啊。他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因为有无数的女的可以给他，对吧？这是雷同性的呀，你们提供的这个价值是雷同性的呀。你讲的很对，他已经带球了。对呀，对他来说重要吗？不重要啊，他就那么点散枣了，他现在。他肯定是把有限的米只会投入到离他最近的那个女人和他的娃身上的。那我就认你栽了，就是也不要去纠结这个事儿了。本来就翻篇了，你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该去工作，该去找男人，别想着这个男的了，都秃了都。对，我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找男人这块。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在2线城市嘛，然后大概年收入50吧，然后关键我是有2个小孩子，就是负担会稍微重一些，但是呢，这个呢费用上呢，我父母也会承担一些，就整体上讲，就是我过得还是可以很舒适的。但是择偶呢，如果想再走婚恋，
一个是呢，我意愿度也不是太大，还有就再走婚恋的话，再找一个合适的也不是太容易。那我后面的方向该怎么样呢？就干脆找人吧。干脆什么？找人谈谈恋爱之类的。对呀，不是你就是找这种能够给你减轻一点经济负担的男的谈恋爱就好了，不要求婚恋呐。求不求婚恋不重要，只要你放弃婚恋诉求，那么你只需要去看这个男的能不能让你的经济过得更轻松就好了呀。哦，那去对对碰吗？什么都可以，不重要，啥渠道都行，什么对不对碰，社交软件什么的都可以，知道吧？当你没有非常强烈的婚恋的执念的时候，其实恋爱是很容易谈的。是吧？因为我目前其实已经年龄不小了嘛。哎呦，你不求婚恋就不用考虑年龄，不求婚恋不用考虑年龄的问题，你只是考虑谁能够减轻你的经济负担。哦，那其实我是因为前面我是想说，如果我去谈恋爱，那我去承担经济方面的，只是高兴就好了。你有这个资本吗？你就一年50个，你还要2个娃，你自己都盘不活了，你还想着什么？他谈什么？你去承担你的这种恋爱，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但是像这样子，我去找间，我觉得人家会接受带2个娃的吗？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你有2个娃？你不要说那么多呀！你跟他交代那么多干什么？我就是想找一个能给我争挡雨的男人。哦。那年龄方面也可以小一点，对吧？可以说小一点，也无所谓。当然可以啊，如果你的样子看着小的话，你当然可以说小呀。对，我现在还行吧，在人群里面还算可以。哎呦，主要我跟你说，人一定要学会抓主诉求，知道吧？主诉求是什么？我现在的主诉求，你看，你之所以会老想扒这个前夫，不就是因为你希望让你们减轻负担吗？他现在是办不到了，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所以你要找别人帮你减轻负担，这个就是你的主诉求，把主诉求抓牢，再谈别的。主诉求不看，那看边缘化信息干什么呢？啊，好的，我知道了，好吧，我有个方向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好，就这样啊，拜拜。好，谢谢，拜拜。我告诉你们啊，是这样的，只有伯乐多偶男，他会就算是跟你2个人以后没有瓜葛了，他还会继续的去照顾你的孩子，知道吗？只有伯乐多偶男会这样，皇帝多偶男不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分这种4种模型的时候，我们说食物链的顶端其实是伯乐男，因为伯乐男无论他是单偶男他是多偶男，他的底色呀，他是想让你好，他的底色他的发心是一个向善的发心，懂吗？他总觉得哎呀，我都要把大家照顾好，对不对？但凡是跟我有关系的或者什么，只要你不跟他反目成仇干嘛的，他都觉得我该照顾的一定要照顾到位，这是我的责任，他是这种心态。皇帝多偶男不是这样的，皇帝多偶男不是的。皇帝多偶男他就是什么？因为本身他所有的底层逻辑是基于一个非常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懂吗？非常传统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大男子主义是他最基础的一个地基，他所有的行为语言情绪是基于这个地基发展出来的。他要的就是绝对的掌控性、操控性，他要的就是绝对的服从性、服务性，这个是他的底层逻辑。他找的你们所有的这些人干嘛的？我找过来都是干嘛？都是为我服务的。你不愿意为我服务了，我肯定是断水、断电、断供、断粮，这一定是这样，明白了吗？你不要想他是基于什么，他是基于他责任，他不是基于责任，他从头到尾都不是基于责任，他从头到尾所有的表现都是基于自己的私欲、私心。如果一个皇帝多偶男，他特别在乎小孩，他会怎么做？他会在跟你分开的时候就跟你谈条件，孩子归我，你人走，我给你买断。他会这么做，他不会让你带着娃走的，知道吧？这个是他们后面的行动路径。他的行动路径一定是你想干嘛干嘛，我可以给你买断，我可以给你给米，但是球留下。
懂了吗？他所有的这种地基一定是基于强大的掌控欲，你把这个逻辑搞明白，知道吧？他们的母凭子贵是什么？是母亲首先跟我有关联，有跟我强关联，且你绝对的服从性够，我才会想着跟孩子1、2、3、4、5。你都跟我不强关联了，那么你就把孩子给我。你如果要带着孩子走，那不好意思，那我就啥也不管了。他们一定是这样的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曲曲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说，你好，我听不到了，你闭麦了，你不要退出，你一退出我就听不到了啊。听到吗？哦，你不要退出啊。好嘞，好嘞，说。哎，曲曲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30岁，然后年收入15个 W，985的本科，颜值7分，围城类，然后之前因为围城类的这个 PC 扯过快乐症，然后后来又复婚了，那目前的话呢，遇到了一个优质的男嘉宾，他41岁，然后他也扯过快乐症。资产8000到9000个 W， 然后认识20多天，主动付出了12个 W， 然后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加物质价值和哼哈价值。但是呢，我目前隐瞒了我自己的围城类的这个事实。那我的问题是，第一个，发现男嘉宾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女嘉宾，但是没有进入围城，男嘉宾也已经承认了事实，但男嘉宾是抱着跟我进入围城并带球的这种目的来的。如果说我想长期跟他推进这个关系的话，就是需要怎么做？第二个，需不需要向男嘉宾主动的去坦白我的实际情况？如果是需要坦白的话，需不需要先扯了快乐证之后再坦白？我也是可以扯证的。就以上这些问题。他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女嘉宾，那为什么你认为他是想跟你求婚恋的，不是跟那个女嘉宾求婚恋呢？因为那个比他大一些，50了，所以他希望找一个，他多大？41岁。他41，那个女的50，所以那个女的是在事业上对他有帮助吗？不是的。那个女的她是围内吗？为了她扯了快乐证。为了她扯了快乐证，但是她没有跟那个女的结婚。对。那你怎么会认为你扯快乐证，这男的会跟你结呢？那你觉得我这个有可能吗？不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评判呐，一定要有标准，知道吧？你首先不要把自己当例外。他怎么对别人，他就会怎么对你，这个是很清晰的。这个你得搞明白呀。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也是想扯快乐证的，就是刚好是因为遇到他了，所以就是把这个事情好，你听我说，你可以扯快乐证，但是你不要为了他扯快乐证，你也不要把跟他在一起当做你扯快乐证的前提和干扰。你的围内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你想怎么扯怎么扯，这个不重要，但是你的心理预期要放对，管理你的预期。我认为这个男的他不会跟你结婚，但是他一直在说想要。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嘉宾会为他扯快乐证的原因，懂了吗？因为他会这么做，他会这么说，他会这么推动，但是他最后不会落实。你可别，所以我要让你明白的是，你的围内关系可以结束，但是你不要把跟他开启围城关系作为你围内关系结束的原因，那么你最后就会很失望。明白。但是如果说我不扯快乐证的话，我就怕被他发现了。发现就发现嘛，发现了再说发现的事儿。现在该怎么引导付出怎么引导付出，该怎么开开心心就怎么开开心心，不要说别的，知道吗？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告诉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伤害别人，
对不对？我也不想让你伤害他，我也不想伤害他，我们都不能伤害别人。所以呢，我们两个人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够长。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长，我们两个人真的觉得已经就是毅然决然的一定要走完一辈子的话，那个时候再做决定也不迟。你要找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个事儿就往后延，无限往后延。那我这个就不需要主动去跟他承认，如果说被他发现了再说。承认个毛线的你这谈的不亦乐乎，我看也没人管得了你。真的要是发现了，你不就这顺势不就扯了吗？反正你也不想要。我就怕他发现了之后，然后就要跟我断掉了。哎呀，怕个毛线怕，不用怕。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用怕，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男的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贤良淑德，好吧？这样啊。大家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啥好东西，知道吗？我还一直觉得挺有愧疚感的，想赶紧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哎，就是可以击掌，哎，同道中人，知道吧？别一上来什么上什么道德感，好吧？因为我围城内的这个他自己也在外面，哎，这不重要，你别因为所以搞得自己要当道德标兵，不重要啊，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好不好？好嘞，那如果说被他发现了，我到时候怎么说呢？你就说早都已经没在一块了呀，但是他非要纠缠我呀。这种理由到时候再编呗。因为我自己平时都是就是带着孩子嘛，他每天都跟我见面，然后每天都在视频，我就怕被他发现了。发现了就发现了，我跟你说，发现了就发现了，知道吧？发现了就发现了，没什么好慌的，有啥好慌的呢？你要是为了怕他发现，这些就是扯什么快乐症，你到时候好失望。发现这男的压根就不跟你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傻叉？有必要吗？其实我是想跟他长期处下去的。别幼稚啊，不要幼稚，好吧？不要率先上头。哼，人家有个处了那么多年的女的，然后呢都没搞成，就到你这就不一样了。好嘞，明白了，那我就自己做好保密的工作，快快乐乐的跟他处下去就可以了。就这样，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嘞，那我没问题了，谢谢曲曲。好，拜拜。来就是的，我不是找一个什么比自己大那么多的女的，完了以后人家还为他扯了快乐症，最后呢等没来等这个结果，你还看不懂这个男的行为路径啊？有你想的那么纯良淑德吗？你们天天把别个想的都把个男的想着个白莲花似的啊！我们就是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好不好？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那个女的才是真傻缺傻帽，50了还为他扯快乐症呢，是不是？你说女人啊，老恋爱脑真是可怕，老恋爱脑是不是可怕？来下个来。Hello， 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子依依说话，不要退出啊。子依依说话。Hello， 你好。天空之镜。天空之镜说话。我听不到啊，听不到。
播到2点啊，我们都是10点到2点，每周二、每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无论是什么日子，风吹雨打都是定点开播啊，定点开播。如果你没看到我，说明今天这个号被封了，找一找，找一找。Hello， 你好。你好，曲曲，表白一下你，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看到你的课程之后是相见恨晚的感觉，每天都是抱着你的那个切片睡觉的。然后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盘的情况，我是34岁，在超一线城市基金行业，年入的话30到50个 W， 我是5年前扯过快乐证的，有一个娃是跟男方，那么身材颜值大概6分吧，小美女。然后目前的话，我是有一个男嘉宾。我们在一起是有3年的时间，是同事关系，他比我小2岁，他是超一线城市，然后他是年入跟我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家里条件比较好，有大概有一个小目标这样的一个资产量，然后未婚，然后我们是3年没有推进围城关系，中间呢是因为这个事情来来回回断过好几次，但是分不掉，就是一直在这种关系当中纠缠内耗，然后3年，但是其实我们是情绪价值10点半都非常和谐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想，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是这段关系是值不值得我去继续？那么他的付出，总体来说，他是每年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推婚恋嘛，我也没有提过什么大的诉求，就是1年10几个生活开销，他是大部分是帮我去解决掉的，然后平时的话就是1年大概10几个，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对，然后我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想看一下我们这段关系是不是值得去等待，或者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是有机会去推进这个围城，或者说利益最大化。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这段关系是没有结果的，或者是注定不可能有的，那我是可以匹配到什么样一个婚恋对象，或者我是不是还要继续有这个诉求？我其实比较迷茫的。我是34岁，对。哎呀，带球就完了嘛。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你也就别磨蹭了。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理论叫推级，知道吧？任何一件事情，它能不能拿到最终结果，我们就首先把它推导到极端状态。推导到极端状态，这个事情还不能搞定，我就不要抱幻想了，明白吗？你都已经跟这个男的耗3年了，他也是你想要的理想对象，你们也方方面面都很合适，现在往下推不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没有看中你的条件。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反复摇摆，他又觉得跟你相处很愉快，但是又觉得你的条件不够格，懂吗？他就是在这摇摆。这种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临门一脚，给他踹进去。如果这样都踹不进去，你也就放弃了。这个要你现在立刻马上跟他掰吧，你又有点办不到。对呀，所以说啊，就推级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普通人，他没有到达那种什么非常牛掰的那种境地。他这种人正常来讲，你跟他在一起3年了，如果说真的是带球了的话，他自己可能也就头一铁他就搞了，知道吗？这一条挺难推的，因为我其实尝试过。那就没戏了。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这男的心里其实他摆明了，他铁了心，他觉得我就是想耗着你，但是我要骑驴找马。他也没有去找，那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年轻啊，他无所谓呀，对不对？按你说的，反正他在超一线城市，他条件又不差，他可以慢慢找，再找个6、7年，他都无所谓。那他的话，就是我要去果断的去放弃这段关系，还是说去在坚持当中拿一些结果呢？你能拿啥结果呀？这男的又不是特别有米。对，他自己其实是对。我跟你说的是你唯一可以思考的路径。如果说这条路径你觉得你办不到的话，就趁早就是断舍离。那我还要去打开推碰的渠道，然后去高频的去做这个事情吗？那肯定的呀，那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呀。因为在跟他消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对婚恋的诉求一降再降，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反正也是有娃的，然后就没有所谓了，就开始觉得没有所谓了，但是我一直在一个纠结的状态。我跟你讲啊，求婚恋你现在在这个男的身上，除了我说的这条路径以外，是求不到的。好吧。那么另外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工作是基金行业，我们是可以接触到很多大佬的资源。那么其实我是在工作当中也是有遇到一个有几十个小目标这样的一个大佬的客户，那么他是对我抛过几次橄榄枝，我是一直在犹豫当中，我在想我是
因为我不太没有去走过这个路，然后我不太清楚我接下来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然后他也一直跟我承诺说他没有，他说我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他是维内，然后就是说我会什么对你负责，我是怎么样大方，就是他会承诺，但实际付出就是因为我工作也是依靠他，会有一些收入，可能一年有个10-20个，就依靠这个客户，但是呢，就是还没有我们没有其他的关系，就是但是他有这个意向，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提诉求，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多少啊？你就直接提就行了，知道吧？用行动推动决策，不要坐在这里空想。他是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的，他还让我去国外，然后去见面，那我一直没有去。你先给他抛一个，你先给他抛，我最近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我要换车，比如说我要换房，我要这，我要那。然后你愿意帮我解决现在眼下的这个困难吗？他如果帮你做了，你要去你就去呗。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可以通过这种线上跟他去沟通，去提这些诉求，当然可以了。见到面之后去提呢？见个毛的面呢？见了面你还提鬼的诉求，你就直接被拿下了。行，那我去试一下吧。好吧。那我大概就这些问题，谢谢。好，就这样，拜拜。我是不是跟你讲推挤呀？一竿子捅到底，知道吧？当一件事情啊，你就是已经用了各种模棱两可的方法，就是摇摆，搞不定。推到极端状态下解决，推到极端状态下都解决不了，我就建议你死了这条心，对不对？我们凡事做事情，首先是要让自己明了，我要让自己明了，我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余地，没有回头的空间。不过就是个普通男人，对吧？普通男人嘛，你要是说连这样搞他都不跟你结婚，你还想个毛线？你还想就不用动脑子了呀，是不是？凡是推到极端状态下去理解、去解释，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精神内耗了，因为你会把这个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之所以你没有精神内耗，就是因为他老在给你画饼，老在给你承诺，你老是觉得自己有希望，对不对？一个事情在极端状态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饼真的都是饼。那一瞬间，你会把所有的饼看得无比之清晰，对吧？推挤，推动的推，极端的极，这个本来是辩论里边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把这个词儿用过来，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在情感里边的一个理论，知道吧？就是推挤，把任何的事情推到极端状态下去理解、去解释、去行动，然后你就会让自己没有幻想空间，节约时间、节约成本。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紫依依说话，紫依依说话，紫依依说话，来下一个。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对呀，极端状态就是不给彼此留退路。你好，有听到吗？喂，可以听得到吗？你说。哎，声音太小了，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行。Hello，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不行不行，声音太小了。还有人吗？哎，声音太小了，不行啊！你给他换别的平台连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社群不是粉丝群，社群是我们金贵的关系的学员们的学员群。说话呀！Hello， 你不要退出哦，退出我听不到哦。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扣在公屏上啊？连麦连不上的时候，我可以回答一下你们公屏上面的问题。那一定是要金贵儿啊，要正的，别在那个直播间里头看他们那些什么什么污一个9块9，污一个50的，别搞这个事儿啊，别搞这个事儿。没有进群，那你就问一下啊！你看你是从哪儿看到的？你要问一问小助理，好不好？问一问小助理啊！我比算命的准，我有好多客户都是神算子，真的，各种流派的，他们都是我的忠实粉丝，知道吧？都是我的客户。可以，啥意思啊？年纪小的富二代能不能抓住？看你段位了，对不对？你要像他妈一样，也许你是可以抓住的。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 ？Lisa， 这个话题不能聊，我只想说一句话，我想去看。我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我的观点，聊多了那就不行了啊，不能聊多了，聊多了回头又要被干。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也去看看吗？可以跟我给张票吗？倒也没啥别的。我跟你们讲，要是我的身材也那么的完美，要是他们也能邀请我去，我也要去。哎，可是就是还是有差距啊，这个不得不承认，咱们就是说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差距啊。李毅遇到单身优秀男性聊得不错，我有点自卑，要不要告诉他？千万不要！你们这听我直播听少了呀，这怎么能说呢？对不对？不到了他跟你求婚的那一天都不能说，懂吗？只要你的年龄不大啊，就是说，这个男的如果是没有结过的，千万不要说，除非这个男的也是有婚史的，可以。如果这个男的他是没有婚史的，那你不要说，千万不要说。老公做生意，我上班，怎么抓他的米？一点点哄嘛，一点点的哄，知道吧？要给情绪价值，今天扯个这个理由，明天扯个那个理由，往回哄。你要拿经济大权是不现实的，你这个经济大权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婚前就谈那个差不多了，在领证的时候那就已经拿过来了，在这个时候没拿过来，你后面再想拿，它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只能慢慢一点一点的愚公移山。哎呦，你们的字儿跑得太快了，我都。娱乐主播做了大半年不赚米，
你看看人家赚的都是怎么在搞啊？你不会一开播就在这坐着傻等吧？那你怎么赚得到米呢？你看看人家做的好的都是怎么在做呀？人家都在说什么？人家放什么音乐？人家表演什么才艺？人家怎么跟大哥聊天？多学呀，对吧？男朋友给工资卡又要回去，你为什么要给他要回去呢？这怎么能要回去呢？啊，怎么成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你是我们的学员吗？你首先得当我们的学员，不当我们的学员，当不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哎，他又给我关了，关了算了。我们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精神上面跟我们保持高度的统一，他必须把我们的金棍烂熟于心，然后还要经过我们的层层选拔，最后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工作人员的。男的为啥都讨厌？没有都讨厌曲曲乖。如果你身边认识的男的讨厌我，那是因为他太 low 了。我昨天还在吃饭，有个姑娘还在说，她身边有一个大佬特别特别喜欢我，然后就是说他给他那个女朋友每个月20-30个 W， 但是他那个女朋友还让他洗碗，让他倒垃圾，然后他很不爽，他就天天游说他那个女朋友来看我。他说能不能去看看曲曲啊？你每天在干什么呀？光搞米吗？情绪价值分批不带给的。真的，如果说是讨厌我的，这男的基本上就是穷跟抠里面占一样。没毛病，真的肯定是这种穷跟抠，他必然占一样，知道吧？至少占一条。如果说这个男的又有米又大方，他100%他是我的忠实粉丝，绝对的。那跟你们一样的要看着我的切片睡觉，因为他们现在天天要用我的理论去教育他们女朋友啊，是不是？想结婚的前提下，接触了3个月还没确定关系，你怎么确定关系？你3个月了，他有没有付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生点什么？你啥都没有，那是确定的个啥关系啊？你身边很多男性是我的忠实粉丝是吧？是的，但凡是又有又大方的，绝对会认同我说的东西。所以我告诉你们，实际上我们跟你讲，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它是绝对的对与错，但是呢，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很重要，我们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隔离那些我不想要的人，知道吗？包括这些伯乐男、皇帝男是一样的，大方的伯乐男、皇帝男，他会非常喜欢我，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彼此创造价值，对吧？所以我们是干嘛？我们是用价值观筛选了彼此。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去崇尚，对吧？也有很多人崇尚不要花他的米，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们要独立自主，我们怎么着。当然也有很多人他是鼓吹这一套逻辑的，我也不说他这套逻辑不对，但是他这套逻辑一定是吸引他这套逻辑的受众，对不对？包括男性受众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他这套逻辑他只会遇到他那套逻辑的人呢，我们就不要他那套逻辑的人呢，我们这套逻辑就吸引我们想要的那套逻辑的人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学我的逻辑，就是跟我们一样去吸引我们那个同频共振的那波男性同胞，对吧？那个要么抠要么穷的就不要吸引。我去吸引他干啥呢？我，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吸引的必要。这个世界上大千世界啊，包罗万象，对吧？我永远都只能让一部分人喜欢我，而且永远都只有可能让一小部分人喜欢我，对不对？我永远都只有可能是小部分受众，我哪能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呢？我就只要跟我的价值观同频共振的那一小部分人喜欢我就可以了，我们彼此欣赏，彼此提供价值，可以了。男的女的都一样，对不对？做情感主播，大哥要求那个啥一次给转2个 W， 你怎么这么 low 啊？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太 low 了，2个 W。你只是白上了个班，你不要给主播丢脸啊！你进我们社群跟其他小姐妹沟通一下，先让他们骂一骂，你再来跟我讲话。2个 W 还问这种问题？请问怎么处理专门在公司内部挑起雌竞的男领导？没有加入雌竞，我告诉你，用业务说话，知道吗？
一定要用业务说话，你一定要对他产生别的方面的价值。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岗位，他一定是有他的业务价值需求的。不可能一个人在一个单位里头他只有这个叫什么男女关系价值需求。男女关系价值需求他可以不在体系内去完成的，可以让他完成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这个体系之内他一定会有他的业务价值需求，包括大苹果在内，对不对？所有的大苹果都是这样的，他也一定会有他的业务价值需求。你要把他的业务价值需求看懂，然后你要去满足他的业务价值需求，那么你就能够脱离雌竞轨道。一定要先想着我能给他什么呀，他想要什么呀，对不对？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天天就想着我就是个女的，我只能跟他怎么着，你这个人就太 low 了。哎呦，你们这个问题太多了，我这一时半会儿我都看不清楚。婚恋去哪里认识人？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是普通的这种，你们就在身边，知道吗？去释放可得性，然后去向你身边所有能够链接到的朋友去释放你要找对象的需求，这个其实是最快的，这个是最快的。你们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害羞，包括你们的朋友圈全部要用起来。我跟你们说，朋友圈就是每一个人的免费广告位，一定要有这个概念，知道吗？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媒体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能够让我曝光的地方，对于我的价值里头它都叫广告位，明白吗？你要是今天想把你的脸弄到电视机上面去，你是不是得花米啊？是吧？我今天有一个产品，我要让它上电视，我是不是得花巨额资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免费广告位，免费广告位你不用白不用。你首先要让自己的曝光度要上来，在你的圈子里面，首先你就得有曝光度，对不对？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想要什么，才有可能有人为你提供你想要的。你们天天这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这闷着那闷着，你天天这样子，那你不落单，谁落单呢？曝光自己的价值，同时曝光自己的需求，两件事儿，一个是价值曝光，一个是需求曝光，对吧？首先是让大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女孩好，她怎么个好法，对吧？她有思想，她有这个叫什么职业光环，然后呢，她贤妻良母，她会做饭，她会插花，她会搞这会搞那，这个是首先叫做价值曝光。然后就是需求曝光，就是你得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一个人吃饭好清冷啊，是不是？哎呀，单身的时间长了，现在就觉得看到人家小情侣都觉得好羡慕呀，就用这样的语言，你不就是在做需求曝光吗？让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你有价值，第二你有需求，那么他们自动的下次如果说有相匹配的对象，他不就第一时间会联想到你吗？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连麦的这个规则是，你首先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明白吗？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怎么找我们了啊，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你需要去给他你的连麦稿，然后他要审核你的连麦稿，审核通过以后，他才会告诉你下一次有你的排麦，然后你再来送礼物。我们的送礼物是800 RMB 的礼物让你上来排，所以大家不要就无谓的在这里排，好不好？无谓的在这里排没有意义啊，那是排不到的。然后包括我们金贵的社群，必须是我们金贵的学员，正版的学员才会有这个社群。如果你们在外面的乱七八糟的，那就没有社群了，好不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哼哼哈哈，我们现在的10点半哼哼哈哈呢，我们现在有2个老师，线上的负责人叫做小小老师，线下的负责人叫做晨晨老师。你们已经在我们的学员里头的，或者你们在我们的圈圈里面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啦，我要下播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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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